我就是关键影响这边菲利克斯他的电机。不是就在脸上，直接去闪门找调香。但他应该不着急放这个笼子，先跟着攒到有双龙的一个愿力值，再考虑放。没错。单龙的话容易被你长时香水给戏耍嘛，但双龙的话就不会这个样子。对。不过内力树走的这个位置也很有想法。你这个板子下了可能会不太好博弈。回头香水拆，然后拆龙要回吗？再哦呦，预判到了，嘎 K 里！哇，这么帅！他在拆完龙的一瞬间，是的，就拆完龙之前，他预判你要回香，他直接先钻回去了。内力树也是，然后回头就直接拿到一刀，调香师香水直接破掉了。那这波有点难受了。而且你看他是在卡 K 利愿力还没有回复到40的时候就已经交了一瓶香水。是的。看一下这波抽刀，有一个非常博弈的说法。内利斯这波还可以，这感觉能折掉啊！这个笼子有个闪现，看一下，先交香水，不太敢闪。对于卡 K 利来讲，基本是要等到下个笼子再配合闪现击倒了。其实调香师后期也算是把这个节奏给扛下来了。一个笼子把人传回来，这么帅。是的，这是一个单向龙，左侧没法钻，走右侧就直接被传到左侧。但是调香师虽然说破香的快，其实后面拖的还挺久的，后面多拖了2个笼子。对，牵制的时间还算比较稳定的，而且虽然闪现没吃出来，但是基本上把这个时间拖出来了。2台半。这边让菲利克斯骑士来救波人。才技能，提前把技能封了。然后荣誉共鸣，一键荣誉共鸣。对，而且调香师这边还有一个飞轮，看能不能再进行一个2次牵制。这骑士想直接扛了，没有笼子的刀他可以扛的。但是卡 K 这波闪现也是非常的果断，很果断。还有另一位你们听不到另一位警车的声音吗？你们是听不到压哥的声音，还是听不到伊文的声音？没事，你俩能听到。来，情志和解入团卡。那现在其实内利斯的位置被挂在比较尴尬的地方，会干扰这边的一个魔术师修机。是的。再加上前期求生者都是要跑图，魔术的机子修的不算特别多。哎，这个笼子再回头，哎呦，把自己封起来了呀！这笼子有点尴尬。2分42秒，调香师应该是稳定的淘汰了。现在就看第2手节奏怎么续。等到挂飞这个调香师，波将手里的愿力值会来到100左右。但是好消息是没有一个技能啊，你只能走地去找那边的求生者。是的，求生者那边是可以提前拉点的。通缉到了守墓人，外面的状态都很不错啊，而且道具也很多，感觉26还是能拖挺久的。但这个耳鸣起的很早，菲利克斯在中场是有可能被找出来的。他好像是想直接站出来牵制了，因为他现在跛脚羊骑士位是比较好针对跛脚羊的。哇，帅，完全拿捏这2个预测，真的是。再回头，而且他这种猜错一次，他的后果是很严重的，因为你 CD 续不上。头盔剑碎，对，对你 CD 续不上。地下室，哇，那完了。那基本上挂进地下室就监管者稳。这节奏续的太快了。稳3争4的局了。我觉得菲利克他都没有想到，说是我其实会被这样突破，因为他毕竟是有2个头盔加上1个飞轮的。对，再怎么样的话，我也能把2个头盔全部。其实一开始猜的先是出刀，再是技能，这已经是很求稳的一种方式了。但是没想到卡 K 利直接一个后撤，先破出刀，然后再出刀破。震颤砸板，一波连招。这波操作很秀啊！这波出土之后一个僵局时间，然后砸一个板。但地下室还是也知道落地刀，先打到椅子上。想预判一个落地刀。这一波就是我们之前聊到的绝活了，对角色的特性非常熟悉。是的，是的，而且笼子也是被拆掉了，还能来得及围住。就看一下那个外面的密码机有2台大遗产需要补啊。还是决定把这边菲利克斯迁回地下室。你这波迁回地下室之后，可能会没有人救。可以不迁地下室，迁外面，因为手里有底牌，脸上一台大遗产。是的，这边没刷椅子，杨澜还发出了电击。大房里面没刷椅子，只能挂外面。想着，哎，准备好了，失常一脚踹开，密码机彻底不够了。除非说现在魔术师能够给到椅子上的骑士一个26很大的空间。
不然的话这把基本上就是稳三真死的一个局。四抓棋，对但其实道具已经没了，它只有一个飞轮脱。掉骑士的一个飞轮，对。而且这里还把骑士的一个走位给他封死了。哎，得给骑士扛刀，进攻模式肯定是要给骑士扛刀的。没关系啊，我魔术师倒了，我也可以换挂，追骑士也可以换挂，魔术师也可以，节奏太好了。愿力很多，完全可以去追这边的。时间完全够的，再一个落地，非常的自信。轮顶掉可以。这把要奔着四抓去了。骑士挂飞这边可以把魔物师往守门人那边牵，因为他看到电机是在抖的，知道你守门人的一个坐标的。而且脸上这台机子还是修过的，尽量就不要再让阿派能够非常快的贴到这台密码机就好，给他牵到中场，然后去找他 Kuyaki。外面其实有遗产，率很高，对，但是拖不太出来了。满愿力波教羊基本上能够把这张地图一半的点位给他排清楚，很快。更别说卡基利这个排人的方向，其实有一点小偏差，其实不过他肯定能排到。他先把后面的那个地方排完，那不在大黄方向，就知道你去另一边的小门那个位置了。没错，就是小门在哪里，对于卡基利来讲要想。还有3秒钟有4场，顺便把这台踢一脚再走。这一脚踹出来，机子绝对就不够了，不可能再打拉扯打够了。而且魔术师这边也不太好教你的一个自起，你需要可能守门人能不能去摸一下。对，这时候绝处逢生，看能省还是得省。哎，已经贴过去了。那卡基里这边没想到，以为是魔术师教的自己，有可能回头看到脚印，那就基本上确定两个人都就在脸上，他刚刚没出刀，然后第一把龙给拆掉了。对，就刚好一个视野盲区。不过他好像他愿力还是很多的，还能继续击倒这个魔术。是。但这样的话，你看守墓人的位置就走得很远了。过板刀，直接过板刀，这怎么敢修的呀？看到小碎片了，他连上来。这边还有最后一把铲子，看能不能再多拖一点时间。哎呦，提前打出来，回头还是能够有到他打落地刀的机会。等一下。阿派绝处逢生交掉了，那就真的你魔术师打的呀！我看到你当面交的这个绝处逢生，然后也没听到你的脚步，魔术师就站在原地没动过。一波加速，阿派还能牵制，还好。愿力值不太够了，愿力值。本身的一个加速。密码机还差2台，守墓人一个人开不完的，完全有时间去处理这个魔术师。恐惧震慑。他这个愿力密码机完全不够啊！真的是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。你一个龙放完之后，第二个龙的愿力马上就续上了。这就是为什么博翔一定要去开出2阶的原因。开出2阶，他的愿力值增长会比原来快很多。塔古亚给这里直接也知道没办法了，因为他没道具了。电机差的有点多，他就算是拼的话，也是很难去争一个跑1的。这也不找冒险家吗？我觉得得找。这一块肥肉在你脸上，哪有不吃的道理？是吧？你必须要真4的区，找到冒险家，感觉就已经先抓2个了。然后尔明现在已经没了，这样子几个以为冒险走里面了呀，几个。他会不会是想骗一下呢？觉得他会蹲下，然后他骗一下他往外走，距离先拉远。没必要骗吧？对，但是还不如开局放一个龙，然后直接穿到冒险家脸上，确定一个身位。对。你直接拉近的话，有可能会暴露脚印的。不过还好这个巴兹龙很熟练，没有走到板子后面，直接拿了这一刀。板子先踩。有个地下室，心理学家可能得稍微注意一下。看起来这波是有落地刀说法的，这个位置还挺危险。不过基根没想。这里。其实应该走上面下去吧。哦呦，不过这过板刀很舒服啊。对，正常来讲你得走楼梯去封住，不让他上来，不让他有那个下板的机会。对，而是博弈弥补了这一点。对，他这个过板刀是赚的，不然的话，这个板其实这个围龙可能都拿不到刀的。哎呦，好灵活！这波心里可以啊！在大平地硬生生拖出了这个笼子。是，而且他是一个化险为夷的心理学家，是没有任何牵制天赋的。就硬拖，反正能够蹭掉一个围龙就赚。本身他就需要打3刀。
对，这边电机也是，你看冒险家的密码树叶加起来也是有3台的，嗯，有没有机会直接？哎，通缉到冒险家了，通缉到冒险家了。这脚时长得用出来。哎，冒险家感觉要强开啊！99，完了，踢都不让踢，还被无伤了，太痛了。然后无伤完再继续帮忙扛一波刀。打到谁？打到心里。是的。那行吧，新学就倒在这边。这波好亏啊，鸡哥！好亏，这就不是找冒险家。这就是冒险家呀！这鸡哥以为自己能踹上，辛辛苦苦走过去，当着面被修完了，杀人诛心。这台电机当时只有30-40好像，然后40多，被冒险家硬生生的给强行抽开。对，一瞬间秒掉了。又通缉到了冒险家，但是这把再上个化解唯一机制有机会能够。而且新学家这边是有带回光返照的，有机会4人开门战的。因为魔术师基本上吃一刀下来，他吃一刀救完人下来，他一定会帮忙扛刀。哦，他们是派守门人去新起了一台小黄的新店，对，就是电机可能会差一些，需要魔师扛很久的时间。对，如果正常是守墓补那个39的，然后冒险家挖宝的话，可能台12的店，对吧？这样子就是最快的节奏。魔术师也没想着扛，因为在扛的话，自己给到2手节奏，知道外围修的机子可能会稍微远一点、慢一点。他们现在就不用争了，他们现在就是三个人去打，跑一个就可以拿大分了。因为冒险家还在外面。这个局势对他们来说跑一个有点亏的，就他们可能就可以心再更大一点，然后我这把要争一个保平，可以尝试保个平。对，冒险家在就可以。2个围龙，他那边的守墓人。谁到守墓人脸上 ？OK， 没关系，我又没有铲子，而且还是2个铲子。道具充足，点位也在角落，干扰不到外面密码机。冒险家手里18的树叶，还是能修。再撑上一个10几秒，可能就能压机了。结果这把这个时长完全没用上啊，没起到效果。有可能只能。其实这把带别的天赋，好像带个闪现也不一定有效果。对，就只能开门战。牵制位置也是在地窖脸上。开门战切个船啥的了。四龙的地窖，而且他还有2个铲子。不好追这个守墓。先管门吧。他有报幕的，应该是能确定冒险家的一个方向。对，那现在看一下门口的酿。得去拖一个守墓人贴小门开掉的这个时间，看有没有神之一手。这耳鸣其实亮的挺早的，大概确定就在脸上了。他应该是能排到，7个能排到，但是好像被钉个板子。哦，耳鸣给的很早的，其实对，是的，这边2个人都在。莫诺皮，这公子如果能把莫诺皮秒掉，这个是有真4的面。他愿力值很多啊，这里还可以继续补个单向龙。哎呀，里面还贴到门口，有真4的面，真有真4的面。那边先点门吧，然后魔术自起以后来卡这个守墓人，可以，或者说是冒险家直接卡这边的守墓人也行，就让魔术自起之后，然后直接去点门跑一个。对，其实感觉还是冒险家卡在脸上会更舒服点，因为它能变小。哎呦，鸡哥等啊，别等啊！鸡哥感觉是他直接传过去，他走了太久了吧？他满愿力，他为什么要走过去啊？2-2的比分，想来吧，直接找阿斗。决定找阿斗的像一下。是觉得气象可能会比较好突破，因为气象哪怕交层云的话也是可以喷下来的。就看他这波能不能喷一口40喷到可以，而且拉近了一波身位。本体后卫尝试一下，但鸡哥这波就其实亏身位了。他想的是奥特得要再大船牵制，但奥特不想再大船牵制，所以这波而且这边还没上到60，59还有很大操作空间。要不换节奏？对，直接换节奏。这招火灾喷到了，但火灾也是58，还行。再加上一个双弹，对，等一波落后本体啊，等一波闪开吧。对Chuna来讲，就不要给闪现的机会。看到60了，可以喷一口看一下。太阳回逃片，我感觉。对。太阳回逃片去清掉吗？没喷到。没喷到。哎呦，那这波回逃片要清掉了。这鸡哥没有敢交闪。直接跟。对，这个气囊感觉又可以弹回逃片那边去，然后主动把身上的青石石给消掉。
比较漂亮。哇，这个牵制鸡哥好痛苦，太完美了。前期要追的一个气象的，现在梅飞轮可以直接闪，然后再闪过来。梅飞轮可以大胆闪，还是有机会能秒，10秒钟，等一个附身。下一波。但那个气囊还在，这个就有可能会成为伏笔了。对，如果说是你在击中的时候刚好说是弹到一个气囊了，而且再补窗弹又来了，这同样的路线又拉了一遍，有点太厉害了。是的，10秒钟，这个气囊伊斯人的吼能躲吗？本体吼到了啊，那还行。这边有没有地下室呢？没有地下室。但是密码机的话倒还好，是2台半左右。地下室但挂不进去，不想挂。挂的话，其实外面要亏40的机子。好消息是2个气囊我都可以清掉，就你大概率抢26的话，你可能就得去等这个双弹蹭好之后去踩一下前面的窗，是就能26。再打一刀开出2阶，至少火灾下来是没有太强的牵制能力的。对，就看你这边阿豆他这个风能不能挺26。哎，风空了。80有 A 约的机会了，有 A 约的机会，完救不了了，救不了了，他得赶紧走。对，阿头，这波失误太大了，这是在干嘛？哎，其实我觉得他可以把这个强风留一下，他没有必要直接吹。但是压力也太大了。不是，关键是他在椅子上吹是没有任何作用的呀，有张狂，有耐受力，然后还有那个椅子上的低 buff， 他那个风就算吹到了，他也掏不了人。对。就呛血压那个稳定性来说嘛，你上限肯定是更高的，但是稳定性不如妲己。对，这里鸡哥直接打。本来是他救完以后补海边火灾一开始的那台遗产，这样的话，密码机能多抢一点，但现在导致气象只能强行跑路。对，还能再进行一波2次牵制，看这个喷怎么喷中吧。本体跟医生都在附近。这里看一下。能往空军的方向溜吗？好像不行，空军应该是在角落过瘾。这吼没吼到吗？那这样子的话，哎，但是还是可以拉近身位了。他这边对没有看到本体的隔窗刀，没有打到，没有。那还是可以再进行牵制很久啊。对，就是能吃一个闪现，感觉。给外面的人都有一个调整好的机会了。就追猎起来了，该倒那个最里面去，还可以爬下去。时间。那很赚啊！对于求生者来说，真的是太赚了。这怎么让一个没道具的火灾牵制这么久的呀？密码机都快压好了。火灾刚刚那波很细节，他是在判断鸡哥喷的时候直交飞轮，对，哪怕喷到了飞轮也能消掉，没喷到那就根本没关系。但是那种喷其实是很难躲的，那种是很难躲的。空军如果你看空军过来 OB 了，他如果说把这个枪开出来，对，他在抢按头，这把是能4人开门战的。鸡哥走吧，鸡哥传吧。还好他应该不太敢按头，因为没有核反照。对，不太敢这样。大反反他估计就这样打。开门战之前把2阶交了，手上有一个闪现，赶紧看能不能利用这个闪现先把人给打倒。对，他刚2阶不交，现在就没机会交了。手你这个闪现，看这个闪现，摩托皮，骗到了，直接闪过来，意识到。是的，但开门战直接减员，大门也没人敢修。但摩托皮不好挂，你要挂摩托皮，auto 得回来点门给压力。然后摩托皮往双11里面走，哎，鸡哥回头，这波回头很灵性，猜到了。对，是的，有耳鸣。那其实对于求生者这边来说也都可以打，因为你我这边因为闪现击倒，但是你艾文手上其实还是没有人的，因为你不太敢挂。对，看这波鸡哥的本体把阿头秒掉，如果秒掉这把就有机会多。你要留人的话，哎，医生没拉回去，还有一把枪，直接来管空军吗？一个飞轮规避了这个二阶侵蚀度。是的，闪现抓不了，只能回木屋，他现在再把医生给调过去，完全来不及啊，只能靠木屋这个陶片去管一下了。的话好像来得及，就是你这样子的话是对，能管到门，但是阿头这个位置其实还是能牵制，他手里有层云，有强风，因为你没有2阶嘛，你只能不让他去开门。没有2阶的话，要看一个风的博弈，可以的，我到哦，但是他一个伊斯人也吼到了，本体下，对，他是本体下了一下，然后伊斯人又下了一下，2下全中，对，刚好就是你吹风的时候，我虽然被你吹到，但是我找这个下到你。不过大门方向已经没有陶片了，所以鸡哥也控不了场了，应该保平了。保平了。
因为鸡哥连续2波都是本体跟1-4人重叠了，如果不是木有个陶片，甚至赶回到小木都有时间差。对，但兴奋不错，能够把这个对是有愤怒，但他也没去小木屋，那还是要去选择追大船，也可以。看气象学家这波怎么进行牵制。前面要搏一波回速了。好，弹射的话能拉开点，上面还可以沉云。大神甲板。对。那糟糕，卡克利这个点位要绕一大圈。就跟以前那种气象不跟那个玩具商那个套路是一样的。嗯。还是绕一圈。强风又好了，但他又捏了个沉云。这里要不要先回速呢？沉云跳。是。这地方只能回速，因为卡克利断影了。前期这波时间拖来挺久的。对，很稳啊，这个牵制不给任何机会。那基本要给刀了。因为 CD 还没好。还是70秒倒地，应该不出大问题。还有最后一层云，就是还可以再画最后一次云。是的。想看空军，但这边有闪现。直接交枪。有闪现追阿派也可以，但空军点位是比较差的。看这个闪了，不太好交，因为对不太好交。气象学家还有一手飞轮，一个回速，不仅有飞轮，还有沉云呢。敢闪吗？直接交闪，哦呦，落地的一个硬直，把握的非常好。飞轮，对，1分40秒，其实时间拖得很久了。而且闪现暴露了，一会前锋可能还要来OB一下了。不会放过你的，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前锋的密码机都去到85了，这波16的牵制非常完美。完美。卡克利知道双十一那边机子修掉了之后，人是不会去大门，因为大门没机子，那这个人只能来小门方向给压力，给这个救人压力，所以提前出去拦了一波这个迹象。提前出去拦了一波外围的这个园丁。这波园丁刷一个化险为夷之后，让这个气象学家带走，原地起这还木屋。然后到时候前锋手里还有一手化险为夷才能再拖。刚好走到中场，前锋修完电之后就可以 OB。前锋其实这里稍微给点压力就好，本体不要吃刀，不用特别说一定要撞怎么样。不，其实还是比较难，4个人开门战啊。这边要小心不要吃刀。哦呦，直接拉这么多球走了。出去双11好稳健啊。对，他想稳稳的救一波，就救完之后再保。对，因为手里化险为夷，如果半血的话交不出来了。就阿柏最终是没有回光返照的，所以这把哪怕卡基里没有底牌，但还是很接近一个平局的走向。继续拉球，在板间拖时间。哎，可以，那这样可以把血线压住。球已经只剩下1/3了。4人开门战时间是够的，但是没有回光返照。哎呦，把隐月给卡断了。哎，断掉隐喻了。对，他这蹭出来反弹，隐月卡断了，有点难受。先打前锋吧，要不。不对，这个点位不能打前锋了，打前锋的话就糟糕了。哎呦！但是你不打他的你不打他也没有办法是吧？你只能打他呀，你不打他的话，他倒地他还能拖的呀，你还不如早点打，被白拖了这么久。还真是，你要以结构上来看的话，真是你打前锋。就他下移那波，其实前锋就往他脸上走的呀，他可以直接先打。但卡克伊心理压力大呀，他不知道这个电击能。而且刚好冲击到了气象，不敢打。最后打前锋只能是无奈之举。完了，隐月又断了。不过还好是在手椅。打前锋就基本上是稳4人开门战，但前锋那但他是能知道这个气象交过双弹和飞轮的呀。没交过飞轮，不敢压。飞轮没交过，对。就是气象学家他有僵直时间，到最后他只交过双弹，飞轮一直没交过。所以他不敢强压这个气象。这人要卡过半。解说是跟那个压解和伊文，因为前锋带化险为夷，有可能是手捏飞轮的。尝试一波也可以。但这波得先猜错了。前锋有回光返照，再去改下前锋。飞轮，哎呦，这飞轮有点可惜了。感觉还是一个3跑，飞轮如果成功进板的话，感觉是稳3跑了。这样大门30多。能有机会拦吗？能拦，其实也能拦不了。好像拦不住了。好像拦不10多。这个离椅子还是太远了。
哇，卡基里的第一个3跑居然是 DFM 的求生者打出来的吗？这手前锋本赛季第一次3跑。其实像从站台里面偷偷逃课，一波手动连电。先绕站台，比较常规的一个前置节奏。第二波道具可以直接去坐车，然后去拖第2个道具的 CD。对的，他想继续绕站台。对。那绕到移形好了，可能没有机会坐车。对，上的电也很准。那卡卡这边把位置逼着，就逼到自己移形好。但菲利克斯考虑悬停，悬停直接冲到那边。可以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。你要错过这个时机，待会儿已经好了，就没有机会。1、2、3，大卡卡这边。哎，骗出来了，怎么说？哎呀，打到了栏杆上，垫下来，有点难受了。移形的话，移形虽然好了，但外面已经可以切电帮忙扛了。是直接派了2位求生者过切电扛。这里还在骗。交飞轮对，来一刀。这个车不太敢坐，只能往飞马2板牵制。有点想交移形啊，看看，重新连了一下电。这个前期追节奏就是可能有点久，就是有可能好。哎，他是把电给断开了吗？张琳有一个飞轮直接顶掉，还有个喷气背包。现在手上可以直接喷，下板直接冲那个，可以直接上2战了。不过移形没有逼出来，对，不过移形没有逼出来，他也不太敢去坐车。这个地方很难进行一个追击啊！你没有降移是吧？他其实最恐怖的移形追的话，他又坐车去了。他这个喷气包很好，他这个最恐怖的，哎，真交移形了。最恐怖的是这刀拿了他倒不了，还得再上2层电，他还得再上2层电。哎，可以，这一刀想去坐车，但是这个门没有关，你坐不了，坐不了。但是菲利克斯这把真牵制的很好啊，拉满了，只能上蓝电，完全没给机会。有个再临，这波再临很关键了。能躲掉吗？啊，躲掉，也算是燃尽了刀。但是因为他这一段时间一直没有连电，外面的密码机偷完了哟。是的。哦，还是连上了的，还是连上了。那为什么佣兵他上一波不帮忙扛一下？我感觉可以扛一下的。啊，就是之前那波蓝电是吧？对，有点太想保自己的状态了吗？我还以为他是把电断掉了，不让求生者切呢。因为上一波如果扛一下的话，可以拖到另外2个求生者，他们下一波这个电又可以切了。然后这边菲利克斯还有机会能坐车。是。那现在正常秀。哎，降临有点远，这个降临。是。反直下。还是有的。但是外面还能再扛一刀。对。他给他上了一个蓝电之后再打他一刀，这样的就第2次上电就更快了。是。哇，这时间度好高啊！可以啊，卡。电击的话勉勉强强，这边没有回光返照。对。而且他也没道具了，开门战的话还是挺难操作的。对，除非勘探员刚好是在终点半场，一会儿破译完能过来保一下。但好像不是，这波能保有点远。终点半场是火灾，对。跟被震慑最好还是避免被。哎呦，扛到了！哎呦，扛到了！是。菲利克斯累计牵制150秒。那现在你还敢给他上电吗？只能走地去进行。真上电吗？感觉不太好上了，上红的。上红的想把那个火灾给弹死。开掉了火灾。对。这一刀能扛，3个人都能扛。现在断电已经太晚了，勘探员再过来帮忙吸一下。但勘探好像是没身位。哎，想卡红光，先处理勘探员。也没问题。坏啦，这个吸美丽叔，你的飞轮呢？你对得起我们飞哥吗？这完了，这菲利克斯还被架脸上，感觉要平啊。而且你这边还有移形。
如果说是承认 ，BFM 必须得来啊的话，可能还会继续给节奏。对的，因为如果2把平局赢的还是 X， 没错。这波勘探员小失误了不能。他就算磁铁吸失误了，他也能飞轮再苟活一下。飞轮没交，对，飞轮没交。那飞行家在脸上，菲利克斯难道要卖自己？哎，波卡卡没看到，准备先再临过去。有耳鸣。但这边没有人，卡卡。对。而且视角盲区没看到现在应该是锁定菲利克斯的身位了吗？看到，但是得赶紧回去守一下，他怕有人偷这边的。锁定到了这边的佣兵的位置。要回头追佣兵。这个不着急啊。不过佣兵这个电量他是扛不住的，佣兵只有2个人，这边的门也传到80，只有2个人分担。他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盯着你这个佣兵去抓。对，找机会把这个佣兵给留下，因为外面扛不了他这个刀。对，佣兵走不了，不太好走门。不过他可以在鬼屋里面找机会把这个挽留给拖过去。双就是地窖。灵不灵性？对，看灵不灵性。哎，脚印没看到吗？他应该看到了，应该看到，他应该知道在外面。对，想绕出来。对的。但是马上到地窖了，好准的再临！哇，时间！哇，居然被他保平了！可以，我的天，这个局势保平了，差一点点。今天这个发人就，首先已经追不了，因为阿特一定会拿命去吧。还想去回头吗？抓库伊小丑，对，不点站台了，不点站台，我的命更重要一点。再见了，有点事。提前拉点，但是亚米也顺路，直接去起点了。要点。就你要去起点的话，我就帮他点一下啊。但是亚米这里好像想，看了一眼回去吧，能看到。看到了，奥特还是要上去点，还是要上去点站台。只能上入殓师了。先打一球，再拉过去，再打一球，但是第2球没上到。对，不是复用。上不上到其实都一样了，反正他坐车的，反正已经到3站了，但这下求生者全在终点半场啊，4个人全在这半场。亚米想了想，还是要这样吗？但是这个移情不能交啊，交了移情对，你交了一会反生了。真要追酿吗？为啥追酿啊？没必要追酿了呀。想好呀，这边亚米，不是追他吗？对啊，追酿真的什么都拿不到，哎，一刀。他还没拉，直接上了2个球啊，还挺舒服的。对，哎，感觉能秒啊！再绕一下，绕上线目，秒了！我的天！他怕有人撞吗？挂到桥边，然后空中飞人飞过桥，对，然后再直接对，可以很细节一点，但没挂过去。无所谓，不选择反。但这移情还是得吃出来，还是能吃得出来的。莫诺皮在旁边。很难干扰到这首大副的救援吧？哎，可以，双龙惊喜上到了一颗，看能不能摊一个双。白球也上到了，绕场谢幕尝试一下，差一点点。对的。打到吗？没有挥这一刀。现在不着急，等吧，等双龙惊喜好了，完了无伤还打不掉伤害，还没有打到。莫诺皮强行打一刀这边的莫诺皮。是的。亚米刚刚应该是看错自己的上的球了。酿倒在角落就好。酿现在可以什么都不干，我直接往角落，对，往角落一倒，对，不动了。但往这里走嘛，往这里走感觉好亏啊。往这里，反正还是让他挂久一点，挂久一点。但是没角落好，角落的话能再多一点时间。感觉他是有点想牵制，因为他当时可能是捏了一个飞轮。这里是可以2个空中飞人直接飞过去的，直接飞不飞吗？亚米他要再稳，得过去吧，直接切船过去了。但切船的话把底牌交掉了呀。我也觉得呀，他直接就是先飞一个旋转木马，然后再飞一个火是吧？然后再一个移形移到脸上，移形移到脸上就 OK 了，底牌就省下来了。是啊，而且这样的话还跳过来打到入殓师出官司。哎，但还是只上了1颗球啊。有飞轮规避的说法，看能不能操作一下那样的一个。坏了，这个绕场谢幕先交了，那还得等到下一个双龙惊喜了。这边打不到，刚好现在这边知道的一个时间点。哎呦，还吃块板子，坏了，哎呀，难受起来了。2-6了一下，而且这边还有飞轮博弈的说法。但飞轮没交好，还行，没有交好这个飞轮。最后是4台密码机挂飞一个，但这样导数上还是很亏，没有底牌了，而且你传送还超过了。而且外面3个人都很能溜，3个人去打1台密码机，打个平局面还是很好打的。3飞行器的评价。
然后你没有挽留的喧嚣，你要小心被3炮。哎，好像真让他堵到了 ，Monopi 脚印，对，是可以追这个熟悉的位置，可以追大副，直接把道具逼出来，道具消耗掉之后就是白板在这里。嗯，尝试一下出刀，哎，上了个白球，对，但是本体没有命中，找不到身位，得追大副，还是得追大副，规避一下这第3段表，躲掉了，但是双惊血在 CD。还是得稍微等一下。哎，他为什么都喜欢提前交这个绕场切木啊？因为交的有点早。嗯，那这双龙惊喜，大夫有机会躲吗？直接双球。其实他现在还可以啊，如果说能够压住其中一个门的话，开门战还是有多抓的机会。就问题是在于他抓的这个人是有回光返照的。他可能其实还是有压力，因为什么？开门战哭泣小丑有化险为夷，然后喧嚣没挽留，就是说哭泣小丑是有很大概率能够贴近赢的。这波不守乙，亚米选择很正确，他直接拉出来找哭丑，刚好哭丑也是那个没有回光返照的人。这边可能会，哎呦，想上双球，一个都没上到。要是上到的话就不太好牵制了，因为火箭这边很久。预判了一波，上了个白球。隔墙想继续上，哎呦，跳过来，哇，好准！这个飞轮太秀了，密码机感觉有机会拖够了。这个飞轮基本上就把自己的一个牵制时间拖出来了。继续会被打断吗？没有沉默掉，有点难，还是有点难的。而且他不知道哭泣小丑没有回光返照，带的是化险为夷。所以亚米这个地方把人放出去之后，他就默认哭泣小丑是飞轮加上回光返照，而不是飞轮加上化险为夷。这边有没有看到啊？还是看到了这边的莫诺皮。他们那有一个挂飞大副。哎，而且他那波干扰，飞行家为了跑去救大副，所以密码机也没怎么破解完了。这个少一点，这让节目还好，还是打到了最后一下。会有一个挂飞的求者。这样的话，飞行家直接贴过来救人。其实他对他这个位置离门还是有点距离的，因为压的是鬼屋的密码机。但是没关系，只要这边刺纳别救不下来就可以了。只要稳稳救下来之后，你想飞行家直接去终点站半场。是的。然后这个时候哭丑有化险为夷，有火箭，直接选择通电。这边秒了也可以，都能接受的。想上双球。但是不给机会啊！哇，走位很灵活。对，抽到，还行，那边门还没贴上。但是亚米要等下一个双龙惊喜的话，门感觉是能够啊，有一点点机会守。他要把双龙惊喜交在这里，大副直接跑到最角落去了，而且2个门都在点，直接传起点。刺纳手里3个喷漆背包，有机会的，这把还是有机会的。亚米这边，因为刺纳这边是没跑，直接悬停升空，看能不能赶紧拉走。他刺纳现在就怎么想，就是我可以倒，但是我要倒的位置一定是在离大副远一点，离大副远一点。点站越近越好，离起点站越远越好。但是满状态啊，满状态你说实话不太好秒，而且还有飞轮。下一波飞轮看一下。赶紧往前面喷，赶紧拉走大副的位置。对，飞轮顶了一下，哎，飞轮规避一个球。现在打倒的话，应该会往起点挂，往起点挂。他从起点溜到了帐篷。但是阿斗这里已经卡过来了，你敢去管这个大副，这飞行家我就救走了。要不亚米找地方把人放下来打放没有椅子啊，把人放下来。完了，放下来摇下来了。这边是没有椅子的，他这样的签的话，他只能说是会被摇。既然哭丑赶来，哭丑有火箭或者说有化险为夷的，不能挂这个刺纳了。是的，而且里面有个地窖。对，不能挂刺纳了。但是不挂刺纳的话也是保平，这边要爬地窖了。对，也是保平。保平的话，对于还是平的，还是平的。看火箭，那求不是保平也行，因为保平的话 ，X 也是能顺利拿下的。感觉这把他要是带。张狂 ，IB 要什么时候也来个？文鸟直接选择往中场拉点，
开局看能不能留到脚印呢？这边应该能看到吧？阿卡，哎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察觉到了，察觉到了。哦，看到了，应该是知道的，应该是。那带回墓地的话，那开局就很成功了，就不会说是影响中场内了。阿卡要找前锋了，因为前锋毕竟也是个突破口。他带的是失场嘛，他得围绕中场半场这边打。对，两块板子一下，先踩。这愿力值够2个龙了，直接交，有个后摇。他这个拉球后摇太久了。然后再拉到一个稍微安全点的距离。上来已经交掉了2/3的球了，对，有点难受。啊，看这个笼子好敢给啊！飞轮好不了，完了，秒了，坏了。手里还有市场。我想说可以直接去踹巴特鲁的棋子。我想说放我回去打监管吧。直接挂到甲门那个地方，然后走过去踹。对。脸上这个电车稍微拦截了一下，还可以踢脚，很舒服啊。50的密码机，主要是前锋下来了，他还不一定能26。这道具也不多了，就一个飞轮。节奏不是很好，对于 AWGG 来说，感觉前锋还是有点拖大了，他也得稍微拉一下点会好一点。救下来要不打木偶师一刀？对，先跟一下，等路易结束，打一刀可以。这样的话赚2格伤害，再去找前锋，非常的自信。阿卡不会跟丢，想走8字，一个龙直接框住。回头，哦哟，这个距离拉的好远，还得接笼子。这笼子应该是废掉了。哎，拉球拉到了笼外，是的，不过还行。再补一个，有落地刀吗？飞轮先顶，再拉一波球。哎呦，这个硬直啊，这个硬直没拿，小水妖来换位了，小水妖来换位了。要进板了，是的，要换位砸板了，换位砸板。哎，直接帮忙下了。不砸也行，可能想可以用来废龙，可以用来废龙。这里帮忙扛一刀很赚啊，因为他已经没有愿力了。AR 自己这一波266的非常的成功。过板刀，哎呦，还是打到了。哎，调一刀，开一个2阶，那还行，接受。不过上楼的话还能再拖个几秒钟啊，提前跳了下来。阿卡反应过来了，这样子好像进不了板。这里感觉阿卡应该是看到那个脚后跟这个掉下来了，那一个小角度。然后应该是听到声音了，没看到。视野没看到，但听到了。这波如果不跳下来的话，雅吉在楼上一个能拖很久。悲剧的事情。这边甲门的电机可能又要被踹了。甲门这台55又被踹走了，就10%了，是吧？木偶师修的密码机全哎，车来了。拆掉了，很极限，反应很快，2个人是能钻吗？最后1秒没有钻成，没有。那这边前锋挂飞市场刚交过，第2手节奏只能靠自己的老龙来续。是的，对的。这个时候文鸟已经偷偷修开2台机子了。我感觉这边巴特鲁有点大胆了，就是他这边是一个半状态的木偶师在脸上，而这边是他遗产机，他被追不太好。没有选择去追他吗？想先控一下中场的电。其实感觉可以追他的呀，因为可以追，他想先控一下中场电，拖个技能吧，应该是这样。对，还是回去找了，想等一下，看他会不会钻过来。这8字龙不好过去啊，过去还是在板外，距离难受，得要再起个笼子。这猜一个路易，哎呦，愿力值好多啊，直接秒了呀，还压得住这边的密码机。变成人形态，进不了板，倒地了。那把木偶师牵到那个甲门那边，我看一下。其实感觉机子还是差，机子还是差，对，是差。这波需要木偶师看能不能就没有化解梅因嘛，再进行波26。那把踢了3脚很舒服的机子 ，M 口这个位置可能要救不下来啊，飞轮有可能破轮了。这边是可以切底牌的，看后撤步。来了，哎呦，远了一点点，远了一点，可以先击倒这边的小玩家。来到这个地方再拆，还是怎么办呢？硬钻，跟回来，然后不让你压到电。不过外面还有一台74的，接下来得看文鸟的救人了。文鸟这波救人不能被拦到。
想挂到3板那边压一下中场吗？哎呦，祭司的在中场修可以再去踹一枪。对，那这波没法修了。踹是不是只能踹30%的？对，踹30也够了呀，也够了。只踹了25，踹了20、25。哎，好像在外面啊。哦，魔术师在外面玩的，木偶师在里面，那有点难受了，这也得扛了。这波能不能扛住？再补一个笼子。怎么说？哎呦，扛到了！哦，那还得扛。回头要管机子不？要管机子不？先管机子。不着急的，拖自己一个技能时间。后面还在摸。这边射到这边在摸的，把人赶走之后直接没有钓鱼掉 M 口，钓鱼掉 M 口，因为这样的话有机会人机攻手。看一下 M 口这波穿过去的话，可能要倒队友脸上。这边隐喻能不能吸出来？还在翻，好像差一点。哇鸡！我感觉那个特效已经出来了，但是打倒了。就刚吸好嘛。就是他好像想教隐喻的那个特效都出来了。来了，文鸟秀一波。魔术棒，飞轮，哦呦，可以啊，文鸟，有东西的，有东西的，成功废掉一个笼子，废掉了，那边电机也在偷，但这个笼子过来没照到，哦，照到了，但是没打到，直接钻，但是巴图鲁这边是挂飞啊，对，可以吹巴图鲁，巴图鲁这边没有人帮忙扛刀了，他是挂飞，给刀，直接打倒。那这把阿卡要奔着多抓去了，还有个底牌，他现在可以攒愿力，然后先赶人，对，然后想要看别人怎么打，手里捏着技能，把这个稳4拿下就好了。这2个人准备强修了，反正2台都快压好了，你随便追哪边，他另外一边都能压机。怎么说？还想过去踹吗？这波应该不敢踹了，留技能开门战了。这波可能逼到一个小家的小说，其实也是好事。是。没逼掉，然后直接开门战，你别说这2个人都有牵制能力啊。对，还是有机会能走一个的。想先去管一下学校门这边的魔术师。对，那魔术师这边是准备开狗。能出到吗？给的很早，耳鸣给的很早。哎，脚印没看到，没有留。对，哎，中场是地窖。那边门已经点了，哎呦，被迫预判打了出来。传送落地 ，M 口必须得交道具了。是的，这是个单向龙啊，没法钻。再回头换位 ，M 口还有飞轮，这个板这个板进不去。哎，这个单向龙钻的更难受啊。对，给逮倒了，没办法了。71的一个起不了进度。小人家可以直接先挂上，然后挂上之后再去找魔术师就来得及。对。但就看这波排人了。打一个反心理。他想从甲门方向绕过去，耳鸣好像还真没有哎，真没有。他这波要去独洞了，要往独洞蝴蝶河去排了。难道说能不会吧？还是没耳鸣。有点难，有点难。对。他只能去红蝶河或墓地去找人了，因为他会以为往独洞绕过去的。我已经在点门了，很难猜得到吧？啊！现在直接去守门的话来得及。不，他还得再排下椅子边上的耳鸣，我觉得。他得排下，哎，他不守，他关门了。能管。关门，文鸟得上车，扎头。哎呀！18秒的挽留，上不了。但是车已经走了，完了，要4了。最后一个魔术棒能溜到中场吗？能溜到，但小说家飞不了。这边已经没有板了。这笼子必须得硬拖，哎，钻不了，差一点点。哎，想不到第一次登，因为带着一个天教爷，不是文鸟。不找机械师，对了，不找机械师，找机械师要被固定下来，但是找劳里所以魔术嘛，哇，劳里开始了，利用这个洞牵制的很不错。没想到，就感觉从那个破轮子旁边擦肩而过，但是没想到。是的，直接变成人形态，但是有魔术棒啊。这魔术这边不太好，不好追了，而且还想卡个位，但是没卡住，不过可以翻窗啊。对啊，上车还得上车。前面得看这个减速夹子能不能夹到了。夹到那还可以，可以。哎呦，这个车差一点点，就差最后一点点就被撞到了。那这样去墓地6，那直接掉头抓机械师呢？因为这对，上车找搜把，刚看到的搜把出来了。哎，
可以骗到了一波。给个刺，没关系，再等一等。刚刚是拿了一刀，马上一叫好了，一阶出来，准备长刺。张狂直接响，但是这个角度有点等一个加速再滚。等一个加速吧。想直接用一阶尖刺扎到了，可以的。那这样子贴点闪现说法，吃出来闪现，看索法这边就主要就吃闪现。闪现夹，闪现夹，哎呦，直接拿到。索法是回头想要硬顶，但这个飞轮闷出来还行，吃出来闪现，马保住了，那算是一个两边都有机会操作的节奏吧。对，就看这波大副的救人能不能做得好一点，不要被他打一个双倒。冲击到的是枯丑，但这把有个点，求生者只有一个化纤维一啊。而且化纤维很快就被排出来了。对，第二波的话要么就是卖了。这个车干扰让他掉了很多的生命。是的，我还行，还是能到你面前，悲观了。打不出来了。有机会。给了一个双倒机会，那这把不一样了，有机会能争。弟弟这一波居然直接吃刀了。对，往外面走好亏，很怪。还行。道理来讲，顶天吃一捏。对。索巴这边看能不能用自己的飞轮规避一下这个悲观吧。然后这里还要等，直接变了吗？直接变的话，那得堵夹子了，夹子没放好，旁边枯手也放到这个点。枯手可能要炸了，躲了一下，又要进了。上车。没问题。等一波悲观呗。变轮稳一点。对。其实啊，你看他左边电击。就是虽然说是这波枯手保到了一波节奏，但是呢，还是不够。是因为枯手又来之后，其实枯手现在 CD 还没好，往他脸上举吗？啊，挂上不挺好的吗？有点贪吧？对，这多拖了好久啊，多拖了起码20秒。往2楼下那边挂不挺好的吗？而且 CT 那个位置也被摸起来了。但这样的话，等于说帮忙搬运了一下，直接搬到了独栋。还是容错率很高啊！他现在加起来也只有3台列。是的，而且这波是没有化险为夷的。对你没有化险为夷，你救人的话你是纯亏的。切个插眼，然后去把劳力秒掉也可以。眼和电击都能守，人和电击都可以守。对，没问题。后面来人了再回头。但是还是回头有点晚了。我还行，没有掏。对，因为枯手没第一时间救。这里先上一层刺，再变人。他要躲顽皮的火箭，对他其实还是得贴着机械师那个地方变，这样的话他火箭不一定能炸得到。哎呦，可以，要不直接悲观呢？直接悲观，对。再逼一下这边顽皮的火箭。他其实可以得逼的云匹击倒，飞轮有飞轮，火箭逼掉 ，OK 那可以回头上车了。上车回头去挂人，对，上车回头挂人。那这波云匹他这个拖的电击拖的太多了呀。是。他那波出来一个化险为夷效果，而且还没受伤。他那一波炸下来，就等于说把那个化险为夷给带上了，就没有伏笔了。对，而且倒地还能继续 OB， 非常舒服。看这波破人怎么续节奏了，得补一个眼，先插2个眼，不让独栋开的那么舒服。我觉得他甚至可以补3个眼。知道这边小丑在这里可以杀，因为这边杀倒之后就是个遗产机。知道你没飞轮，然后直接变，但是好像能进板，直接打倒，外面开新机了，感觉好像能控场控起来。对，能控，继续补插眼，继续控破轮的经典节奏。对，经典节奏。这3台电机其实离得还挺近。没看到劳力吗？应该是看到了。看到了，第一时间没看到，第二时间看到了。可以，刺也扎到了。动了。这边可以把吸血留着。对，回头去找 CT。对，因为大副他肯定是没有飞轮的。而且2块表都交掉了，可以。能弹走吗？哦呦，没弹走，完了，真要刺了，2个人倒一起。他现在可以考虑挂一个，的，挂一个也不挂也可以，打自己，不着急。挂的话外面机子要够的。他挂和不挂都可以，他不挂也可以。他可以挂也可以不挂，但那边。自起完枯手应该会直接补独栋那台，他得在那台补好之前赶紧把魔术处理掉。看他这波走位能不能规避魔术。哎呦，他飞轮已经交过了，劳力的飞轮，劳力飞轮也失误了。强行抢，但是有插眼，你抢不开。是的，而且一会儿可能大副加魔术的绝处逢生也要被逼掉。这个地方
现在已经扎到了吗？扎到了，直接落地就好。但捡到了刚刚的大副的怀表，能撑到外面大副交自己。不着急，躲第2辆怀表。对。那现在的话，机子就差。他现在管大副也行，现在管大副也行。哇，利用车去掉了个头，熟练度非常的高。一波击倒节奏了。外围的机子应该是会一直给压力。飞轮躲了，完了！就这么一波。掉以轻心，就这么一波掉以轻心，被盘活了，好像。盘活了。他刚才早点回来管大副，把这个戏谑留给大副，对，把这个戏谑留给大副。但是甲门要开好了，甲门要开了，那还是4抓不了了。看压起身，看压起身。但你拆弹，我觉得可以直接亮。对，直接亮，可以亮。小心夹子。然后那边贴门，大副不要吃夹就行。对啊，他其实夹子封的还挺好的。算是把必经之路都有封起来了，但是不够啊！这把勇者基本上还是爆平，难打，秒不了人了。现在，他其实就是在后面处理枯手温皮这一波处理的比较久。如果他处理的够快的话，续上节奏，然后再去逼大副或者逼魔术那边，都还有点机会。对的，因为脸上这台机子它是有插眼的，脸上这台机子有机会吗？直接变50多60多。不对，来得及，没有戏谑啊，但感觉只能留一个。有戏谑，只能留一个。看一下，飞轮有飞轮，哎，他飞轮没顶掉那个。不着急，戏谑啊，不着急，夹住，留一个可以。哎，但是大副要走了，把大副逼走，有机会3抓。没夹子了，3抓也可以了，有机会3抓的。可以啊，有点看一下最后的时候。3抓的话6比3。另一边的门看一下，有点极限，还得上车，但应该是不够。来不及吧？对，有戏谑。他上车他出门之前用娃娃把苦手给摸起来了。我就说为什么他捡的极限师的娃娃应该是还是自己摸的，反正他用这个娃娃把苦手摸起来了。我的天，保平了。对啊，不知道去哪好一点。出乎意料了。先直接往鬼屋。一个大红帮进鬼屋，等老李直接翻下来，准备绕大圈了。提前往下跳了。对你没有任何开局肯定相帮，这种躲地监管肯定不会有任何。直接绕大圈。脚印都没了。对，再找搜吧。现在他唯一的折点就是上车被炸下来，这可能他唯一折点。误导雷呢？倒也不是。把搜把炸一下，搜把这个时候可以直接上车，然后看一下，如果开掉了之后，准备移行去找谁？移行去找火灾调查员。火灾调查员现在的位置是在鬼屋，如果移行找他，其实也不太好追，说实话真不好追。但得追，你追搜吧也追不了问题。我感觉他从鬼屋出来，要不要上个2、3去把灯关了，再去追会好一点。那样的话拖很多时间，拖太多时间了。刚最好就是追火灾，不追火灾现在就有点完蛋了。哎呦，手把这个脚印藏得很好啊，找不到了。没抓到，不可能追气象啊，抓不了气象。所以综合来看，入殓师追完之后，他灵柩再反身一步，你们拿他没办法，不如去追火灾，真不如移行去追火灾。他这个移行就准备留着追反身了。飞轮顶一下，3连能连上吗？没有。一下还是没连上，不过这边张定时响了。帮手里没人啊！先拿一刀。看这个雷炸没炸到。遥控吧，看遥控，先用雷逼走位，把走位都封住，然后准备遥控雷可以捏起来了，收尾。给刀。哎呦，这还也行。直接出刀。给个2阶还行吧，算是开到2阶了。也行。然后把他往桥上牵。很稳啊！这个雷炸了，还防了一波 OB， 也不知道在防啥。没有人的 OB， 也不知道在防谁。对，挂到这里就习惯性打帮忙防了一波。这个移行不远，贴不到入殓师脸上。不过没事，反正入殓师就他有一个下棺材之后的后摇，可以走过去。那感觉还是偏平，感觉。平局。有机会，其实有机会能够，就是幽冥他现在电击84，他可以修完之后再收量再来救啊，收量再来救就好了。然后入殓师他有一个那个铁屁股，光返照，他做的比较直，铁屁股没问题。
而且你挂上的话，外围的机子都要到40左右，其实密码机是肯定能够的。甚至说求生者还有手，能够让火灾再来去丢一个气囊。到起点站哦，弹幕说刚才那个雷是可以引爆那个遥控雷，让它更快进入 CD。那这么解释也没问题，因为他刚刚那个遥控雷他没摇，他是出刀打了一个震慑。看下 CD 这波救人。哦呦，遥控雷可惜看错了，糟糕！再一波护完，那应该是无伤了。哇，直接当涛哥，做的很好，直接找角落卡板可以直接开。是的，因为你一星刚交过嘛，是吧？这意味着什么呢？我们直接亮了之后走终点，你拿什么去管我们？对，而且你也没法切传送，是吧？感觉要3跑了。啊，那也没有，化纤维时间不太够，应该是能牵起来的。对啊，但是他没法管另外一个终点门了，只要有人贴那边的门，佣兵他也拦不住啊。哦，不过最后一台是在鬼板。鬼板的话，如果终点有人瞬间贴的话，就有说法，但是还没有。有了。对，他现在就是没有移形，13秒，不够，13秒。强行点这个门的，他们3个人一起强行点，他没有挽留。火灾有他肯定不怕的，守门时间是够的，就是他可以在最后的时候传送去守。传了，但是一个风先推了一下，哎，准备走地效，3跑了，结束了，3跑了。他刚才吹到佣兵身上，佣兵走开了，那个风还能继续把他给往外穿啊，往外吹啊。那个风抢风一直在吹。对，起码花了感觉3级抢风吧，应该是。这周见不到抠神了，感觉也可以先。那直播间怎么在刷那个表情啊？为啥呀？还是这个皮肤，这皮肤挺可爱的。因为文鸟，所以你们就发这个像鸟吗？无语，哈哈，服了。哎，排版，他听到排版，知道你大夫的位置。嗯哼，先踩呗，先踩再拉。上面有一颗小竹笋，他能忍住。忍住了。现在为啥有康主啊？小竹笋没那么重要了。是，哦呦，这个板还是被骗下来了。AR 级表都不敢交，难溜啊，表都不敢交，1点半方都没有。说实话，大副基本上是瞄到了，而且还有DR4。看一下这个一阶距吧，怎么说？躲不了啊，这小手天克大副怀表啊！先蓄力刀，再尝试蒙一下左边。拉了，哎呀，预判进板，怎么说拉回来？哎呦，可以，ARZ 这波走位第3段，直接冲到脸上给到一刀，平 A 还是打出来了，就相当于这个句子没有空。这电机很快，还是对。M 口想来操作一下，来了鱼门，但是阿卡反应很快，放下来飞轮直接回头断去，可以的。闪现是有点想贪这边不能状态。把你打走，让你救不了人，也 OB 不了。那最恐怖的是没有化险为夷啊！这个大夫感觉只能卖了吧？得最好让他自己交飞的，然后并且还把那个怀表交出来才行。这操作有点恐怖。而且小考这个救援压力很大，你还要规避双倒。大副很难做，他可以多做，他都在里面多压。来了，这个飞轮很关键。哎呦，啥也不是，有点快，好像卡模了一下。感觉没有时间交啊！这种情况你怎么敢回头啊？不太敢回头去顶这个飞轮的。那这样子能救人的火灾要害人得从鬼板那边慢慢赶过来。那还救吗？这还救的话，又是一个砖头。后面全员半状态，对，全员半状态还没法磨。对呀，这样子在脸上就没有气囊了，它只是一个贴近椅子，得靠大夫自己。看这个怀表来了，先交表了。可以打双倒。怎么说？可以打这个飞轮，想了想算了。蓄力刀，反正等拉锯的话，我觉得大副是能顶掉的。要么就等3段表掉，等3段表掉。哦呦 ，M 口打到板子里了，太神了！哎呀，这波好秀啊！你别说，好像还保起来了。这密码机有点焦灼的，但是现在只要倒地，哎呦，跑轮 ARZ， 哎
呀，还在保，无敌了。如果他的飞轮也好，哎，尝试了一下，但是呢，有一台非常关键的电机，就是短潮这台69的电，可能在求生者接下来的对局中很难把这台电机开掉的。而且求生者的状态也一直在耗损，下一波倒地就是遥遥无期的自己了。这里人不能被找。哎，有个小碎片，阿卡知道有人在这附近，但是在给位置，但是方向错了。想看一下这个电机有没有人在拖，没有方心大胆拉回去。哎，走到脸上了，有飞轮，一个点刺，点刺完飞轮进板，阿卡看你飞轮交了，直接闪。对。那边在3站上面，巴图鲁卡的位置还行，一个可以一个国手贴近脸上。能意识到吗？好像意识到了。哦，没有意识到。哦，他以为在这边，其实对，猜到了。其实位置大概率猜到了。哎，他一个钩锁，然后居然没去捡那个小竹笋。阿卡很能忍啊，他不是一个小馋猫。但现在狙倒了，没办法，就是一个4抓了。坏了，这边先往对面举还是挂上呢？直接挂上吧。看路能不能走了？直接挂上，非常自信。得开。开了还有一线生机。保自己一个满状态。文鸟，好远啊！又是你站到了最后，让我们来看一下。这就要在狮子龙，在狮子龙，应该是在狮子龙。但是脚印已经暴露了，飞轮失误，赶紧回头堵一下。对，堵一下门。但是这个阿卡还有句子。是的，这病患还有1多半的这个淘汰进度。他有一个办法，就是阴一波击博烟鬼屋的门。但是他带进了。我鸟放弃了，原地蹲下，没办法了。那么就直接2比0。角色克制上来说，那你，但是我觉得没问题啊，这直接往大房的方向，脸上是守墓人啊，这守墓人阿狗想追的样子，稍微卡一下，没有，他就攒愿力骗一下，对，还是找猫内的。哎，脚印看到了，但是走了。想追吗？难道有神之嗅觉是能嗅到 Genki？ 到这边 Genki 在这儿吗？他选的是大房，你能嗅到他去大门修，那也太神了。来了，还是会到时候回来扎这。先放一个8字走位，把板封起来。来了，直接炸晕。哎，就是这个样子。对，像就是招手打。再补一个传统打法。但是飞轮还没好，完了，你的 CD 有点太久了。皮特前期能不能拖到这个飞轮好之后把火箭给续出来？对，他这一波如果能够再炸一次的话，皮特是没有阅历。哦呦，砸头，而且还被砸到外面了，好像。打到外面去了。是的，他这波皮特是没有愿力的。你下一波再展出来，他飞轮加一个推进器是有机会再升你一个笼子的。但是皮特这边闪现马上好了，看一下笼子一个反向炸，那有闪的机会，不过飞轮还在手上。哎，闪现躲了。不过又给预判到了，对，不过又来了一个恐怖的一击。哎，你现在是几秒啊，傻豆？我是28、29、30，一秒半吧，一秒。哦，我用的是那个清流主啊，你呢？我也是清流主，也可能红是清流主，但是我们还是有一点小差距。哦，我看你要不要重新推一下流这样的？我试一下。是，因为我好像发现你上把开始就好像有点比我慢。慢是吧？直接炸好像没那么厉害啊，感觉得在笼子中间穿梭一下过来再炸，可能效果会更好一点。来，又直接炸了，对他没有地方去转，他炸了以后，每次炸了之后去马上哪转，看没有地方能。哎，蓄力刀，皮特这里是预判他会转回来，不真转回来了，莫内还好盾是还好维龙是消了，消失了。这里想再跟一下，帮忙拆个龙，因为赌你现在没有愿力，你有愿力我就不扛刀，没愿力我就扛，有愿力我就下铲，对，而且这个。哎，抽到了，那没事了。不是，这也能抽到？下板，他是下板，然后把自己弹回来的。对，
就是守门员在铲子里嘛，然后他是下了一个板，然后自己扛。直接往地下室挂。这板感觉没有必要亲自下，守门人那波下铲在那边卡，他在板子里面待着，然后对，在外侧卡，可能扛到概率更大一点。因为当时 Peter 那个笼子已经有点小失误了，想落地刀打到了，再补一刀，然后往外面来一下，还是怎么说？先打个落地刀，这里还想偷袭冒险家，没机会了。沃雷手上也没有道具，这边只能拖一个20秒。你们听他们的声音很小吗？那我调大一点。我这边看有人跳了一下，把我吓了一跳，我看一下什么情况。这里把枯手挂飞，冲击到的是守墓人，叫小孩把他吓一跳，我还以为是啥呢。外面全是半状态的，这一波圈住了，拿一刀，这守墓可能要被续节奏了。不过还有冒险家是有输液的，他这边电击是总量已经够了。先秒掉一台。水尾台马上压好，求生者这边全有回光板刀，而且这里木偶师是可以强开的。怎么说？继续修，爱打不打吧？先把笼子拆了。他其实可以直接开掉，对他被带离了密码级别，带回来，那可以走过去开掉。刚好这个是走过去继续的，刚好那波打在路易上了，直接开吧，又强开了，对，直接开了。因为他不想，对他不想让 Peter 有一个载阅历的时间。这波就看Peter 也是直接选择传送船门口，守门人铲子直接打出来。守门人 Peter 的阅历值不太够啊，只能再放一个笼子了。这个守门人，对，你就算把他给秒掉，不过这个月龙倒是很准。你秒掉他的话，你还是不够阅历去另外一边。那个门还到现在还没有贴到呢，刚贴到。不过应该会有人。阅历有点不太够，对，最多是1个月龙，2个月龙。好像有那么一丝吗？有一丝吗？他拦不住这个木偶师，不行要平了。对，他先放着门口的笼子拦到了一个，我的天！他先放门口的，然后再放这个脸上的这个有东西的。这个是真。2个气球刀直接浪倒。木偶师也是爬了出去，哇！这波是真没想到，太厉害了。对，放到那个门里的笼子，然后把人传过来之后，然后再在旁边补上一个笼子。这也在计算之中。Peter 又展示了一次 ，Peter 先放了中场的，然后他之前不也都保持。那BO3就比较强。不过好在布瑞欧是没有失常，没有失常的话，节奏就不会特别夸张。卡梅楚没有往外拉点，选择在这个板区。那这个被差眼照到的话，感觉拿刀会非常快。但布瑞欧这里也不着急，想走掉，就走出差眼范围。是的，一刀先拿，这样的话前期的阅历是续不上的。咒术师这边转，然后想是寻求一个庇护吗？看一下咒术师，这样会干扰到咒术师的电击。这个怎么？反绕脸上了，这也太舒服了，这个很不应该啊。对，而且你看咒术师电击也没有修啊，这种算是比较大的一个失误了。这里插个眼还能干扰四合院。电击，看一下有没有机会平地白嫖一刀。不过咒术直接过来保了。飞轮再顶一波。拆掉呢？他在被框到外面去，拆不了。对，靠他自己飞。是的，但是好像真能飞啊，真能飞。先拿一刀吧，刚好废掉。那这里斗笠鼠。有一层喉，这个只能是被迫回跑，对，因为你受不了电击，我不想被跑都不行。现在，但是关到了咒术啊，关到了咒术。可以，这波拆到了，然后刚好就是这个还没死，然后钻过去的时候，他把咒术关在里面的话，他肯定是直接陪跑了，等于说就跟以前那种医生一样，就开局我直接过来保，你很难受，我讲，因为你前期这里弹刀，这弹刀。这个太失误了，因为他前期的阅历涨的是非常非常慢的，你只要敢围一波双人在笼里面，他拆了你就炸了。对，而且你看咒术师他打了一刀的缘故，现在马上要续3猴了。是，你下一波咒术师又跑到这个笼子里面来帮忙拆了，看一下终于打倒。不过咒术师可以牵制啊，咒术师现在是一个小前锋啊。
不太像是一个大前锋，因为他有3个猴子还有飞轮。对，你现在很难处理他了。你只能插眼说是慢慢逼他这个猴子。他猴子还可以一层一层教。飞轮，先教猴。对，一层一层教，翻过来，慢慢教，他可以感觉可以绕很多次。哎呦，是的，一个破轮。但心里那边好像是没插眼，所以快起了。哎呦，很难受。哎呦，这个配合打得太好了，他们刚才其实应该补个眼的，不如有。交了一波自起，就看似拖了很久，2分半上挂，但密码机也没有特别多，因为一直少一个人在破。主要是宙斯他开局就在陪跑，就被迫陪跑。对。守门人那边被通缉到了，就想过来补个眼再回去。2个眼，然后那边直接拖下来吗？是。哦，想压会儿血，想争，拖一下淘汰技能。我觉得我这边压血之后会更舒服一点。这逼救，哎呦，还好没有肥胖留肥柱啊，这肥柱的话很难受了。对。那这波救人的节奏也是中规中矩，关键是在于，对斗笠鼠下一波还敢不敢来保，因为他只有1/4的血量。应该是会跟，就是他先修完电，然后修完电之后可能会去打个状态吧。因为或者说是去补一下卡兹内口那台电，但是争顺概率不大。是，他要是想稳着打的话，他去找守门人打个状态。我想拼一下的话，就要换位了，要拼了，这边斗笠鼠直接去补那台大门的电。如果说能把大门补开的话，他再过去 OB， 对吧？这波心理只要下来往大门冲，补开之后立马机是有机会够的。他得往大门冲，然后木偶师去修那台四合院的电机，或者放着让守门人一会修，可能看他们修开之后来 OB， 然后木偶师发出幻想围之后自己去修那台电。卡兹内口这边没有交出一个位置，赶紧1/4的状态跑去四合院去破译吧。接下来就得纯看斗笠鼠的发挥了，个人配跑能力的。对，但从这个局势来看，其实布鲁友想要4抓已经很难了，前期的节奏太差了。感觉能保够啊，还3层猴子，而且飞轮马上续出来了，甚至不知道隔墙。这么说直接切了，兴奋，但是没有用啊，这个兴奋。对，反应还是稍微慢了一点，他思路挺好的，但是反应慢了。再补一张猴。而且还能回来摸这个，还没就翻过来想按头。哇！刚才你保我，现在我保你，甚至不想让咒术上椅。但是开门战只有一个兴奋，布鲁友这把已经炸了，而且还是个教过的兴奋。3跑了。哈梅斯这边没有那个，绝处逢生，但是没有选择去拦那边的斗笠鼠。是，因为门已经开了，你现在再去管斗笠鼠，他有3层猴啊，你就算。那个摇维龙摇到门口还是很难啊！布鲁也是一个，也来了一招这招，对。哎，有机会来得及吗？这个龙好来得及。这么说放没放？放了！哎呀，放到了，在外面吗？完了，过来吃一个3层猴，太痛苦了。太大方，给心里提供一个6位支援。你怎么拉点嘛？是在墓地不干扰队友呢，还是他墓地干扰队友可能溜不动，他只能就是说先尝试绕一下。但是这个点位好像被迫得架回墓地的，他想拉走，但是发现拉不走。对，上球很快，这样子。远程双龙惊喜，哎呦，没打到啊！哎，还行，那这样子还有第2段。是的，但第2段没上到，有点亏了。还好，还行。长板先踢掉，反正他只要2个双龙惊喜加起来能打3个球就够了，他也不需要贪多。之后就好杀了。下一个双惊喜，但是没有预判，直接就拉过去了。他预判心里往回走，但是给没有往那个板区去，是绕了一圈回来。抽刀也没抽到。那这波牵制时间就是拉起来了。这个节奏拖得有点久了，因为他2个双龙惊喜没拿到伤害。那你后面而且这边还有飞轮，对你后面想再拿伤害，哦呦，还好平地补了一下。哎，有个双球的说法，对，上了一个红，但是他两个范围都是红，可以再拉过来继续双球，应该就不怎么说？直接知道，是的，但前锋已经到脸上了，先确定一下前锋的位置。他在那一会儿兴奋，这里得骗一下。上 Peter 啊，看到了就可以直接签了。对，哎，细节红色，然后再打双球。哎呀，没上到，绕场谢幕还能来得及吗？哎呦，那个红球一直没上到。
那兴奋交了感觉双球的话就对，他主要是留了应激，这一波是可以前锋直接救的，不用出动那些化险为夷的哥们来啊。还是让这边飞行家来吗？我觉得前锋来救收益是最大的，因为他应激本身吃2刀，而且外面也是能够爽修。他可能觉得就是我想保一个前锋的状态，我兴奋交了是吧？那我把前锋状态保住，然后先刷一波化险为夷，然后我再来跟。这样的话倒地撞下来对吧？也可以接受。对，倒地撞下来是这个样子。是的，但他一个前锋好 OV 的点，然后就可以上班了。对，不上班吗？这都不保，他们要打另外一招，他们要打气囊，打摇，气囊堵路。对，这个点，那反正先拖呗，看火灾能不能拖个心理的自己起来，绝处逢生。一个有飞轮提前交 ，Peter 这边拿捏的很好。那火灾还敢尝试吗？对，这是一来二去，你看前锋电机也很多，50的一个自己进度了，来了，气囊没拦住，你在搞什么我呢？瞄了半天，拖了半天，还要把，但是你在这有可能摇下来的，这只能抓火灾了，对，必须打火灾了。他自己放下来就已经摇了。先换挂吧。这边有一个问题是，心理自己没有带底盘，你中场电机时长不了呀。对，中场80多，心理直接叫自己跑了。那你要说这个 Monet 效果还真有吧？就我把自己当成了一个嘲讽怪，对吧？我就嘲讽皮特必须来打我，我哪怕球放失误了，皮特都上头了，忍不住来抓人。不过这边 Getty 还是被找到了一下机会，看能不能飞流规避一下。是，我觉得，哎呦，哇 ，Genki 非常的秀啊！飞人过去，飞轮清空，这里还防了一手，防止他空中飞人跳过来。那边要去破一下莫蒂尼，还57的电机，那还是有机会能守。其实如果能挂断莫蒂尼的话，就有机会能守。但是有化险为夷，但是没有气囊。是的。那他气囊去哪了呢？应该是没有收在中场内。70，是吧？要是带个底牌，好像是够的。要带个底牌，Peter 还有保平的机会。不然的话，化险为夷交出来以后，开始抢了吗？73怎么抢啊？他还是倒走会比较明智，因为你本来汉人这边也是2挂嘛。那 Peter 现在就把人给挂回来，外面让心理赶紧去开台新的。让心理赶紧去开台新的。他们现在其实有点怕的，就是他们不知道 Peter 是有没有底牌，对，他不知道有没有底牌，他们猜不出来，所以现在只能强修。来了，打一刀，还想再弹一下这边前锋。是的，第2个追痕机没上到。这里前锋其实是不太好追的，而且前锋还能 OB， 把你的兴奋再逼出来。现在怎么办呢？我感觉回去把飞行家锤了吧，好像也只能锤飞行家，因为那边不太好挂。对，那边人你已经举不了了，就你要举的话，你可能还得交兴奋，甚至有摇下来的风险。打倒，那边应该能摸起来。是的。但是呢，又换挂，但是外面已经在开新机了呀。对，那台已经40了。虽然开的有点慢啊，但是这边飞行家也只是1挂而已。碰到的是前锋，那边火灾人员倒是可以偷啊。就皮特已经有点画地为牢了，最后这台密码机就限制住的，没有选择偷，不是其他的人，限制住了皮特自己。对，他已经没有办法离开这台密码机了，而且他没有底牌，是吧？感觉是有点悲观的走向了。看到前锋了，但是那边莫雷半状态成功过来把人给掏了下来。这也能逼出来这个兴奋吗？那边的人被偷了呀！对，他那边是一直在摸淘汰进度的，没有直接救。这边但是还好啊，人都被架在大门这边，人好像第一时间点不了门。不对吧？密码机直接开掉了。对他觉得还会压这台吗？人家压的是外面的。倒是有一个能把前锋快速击倒的说法。有挽留，还有保平的机会。可以看能不能狙到。没有狙到啊！右边有心理的脚印，但是还好点的是小门，点的是小门是吧？那还有机会。如果能快速空中飞人过去没跳，但是好像已经来不太及了。一个
双重惊喜。等一下，你看前锋的位置还是有机会能拦的。对，而且真理是没有那个绝处逢生的。已经看到了塔拉狗，拦到了，而且前锋也没有道具了，应该走不了了，哎，也没交出来。是的，那边的话，先把前锋往回举。新铁家，莫雷已经贴上了，但是没有绝处逢生的话，他得多摸一半。就看一下这波能不能摇了。他必须挂，他放下来是一定能摇的。对，挂上之后能不能？大石头摇下来了，对，他的身边还有很多的，很难受啊。心里是挂飞啊，其实心里是挂飞。但是没有飞能赶路了，他现在续不上。他当时如果先挂心里，感觉回来，他可能怕墓地有地窖或者小门有地窖吧，只能是这么解释了。这样子，对他挂心里的话来得及。空中飞人续不上，这两个人是拦不住的。那边还有2个活人，不会叫皮特尔，我大门好像不会要试跑吧？哥，这对吗？不然这真不对啊，还在指路，完了，试跑了，Scars。我的天，只能是这样，一个加速，嗖的一下就冲出去了。不是有这把，无论如何都得保这个平局啊。对的，这样的话把小分优势给捏住。想远处狙击一下。想绕，好像能绕到。这里红光，还没救援反应过来了，直接推进器开推。有一个脚加速，连球都没上到。还是打到了啊！这样子，有这熟练度，在拐弯要进大房的时候给他给卡出来了，不过距离还是拉很远。身位不会拉得非常远，就是能进行第2波上球。这波上球就得上的多一点了，起码得双球来一次。双球可以的，可以。而且这个板子没下，又来了，这波又开了，不用打断，但是要打出伤害。哈梅斯骗着把球把推进器拉墙上，想给自己一个加速，但你这个小加速没有用啊！你这个加速你肯定跑不过他这个拉双手惊喜的速度呀。没错，这样子的话，在下一波双惊喜的话，可能是看前锋是在旁边等着了。哇，这个双球的熟练度非常之高。再拉过来，再上个双球，还是太讨厌 OB。塔田口直接交球，很稳。这个球的把握量非常好。你看他只交了一点。我觉得这里稍微逼一下，他可以移形回去挂人啊。没问题，你这个想法很好，但是呢，现在好像有点来不及。对，现在这个自喜你要就你再拖一会儿，他自喜就够了。就你刚才逼他翻窗过去，你直接移形，前锋是来不及。对，那个拉球的。被迫换抓了。对，但前锋的道具还很多。墙内这一球没上到，再跳过来红球，让他交不出球才行。没错，绕场谢幕还有一会儿，等一个双惊喜，一直把他压到角落里，然后等个双惊喜，这样沉默住你的技能，让你有飞轮也没法交。对，你得把他一直在覆盖这个范围。对，还行，最后1秒。但前锋上灵柩了，也算是稍微拖了一会儿。前锋上灵柩这把难打了呀。不过布瑞尔手上是有移形的，就看他这波前锋能不能进行1波2次牵制。看到最远处的六角线，距离拉得好远。大推好像还行赶路过来都不用交移形。现在有无敌状态，没法上球，先跟双手惊喜，先跟，要不要直接拉球呢？双球不拉，那可能要被一直沉默啊。刚才进入，刚才是想拉的时候被打断了，对，刚好是沉默的。对，看到他的球进 CD 了。那这波灵柩只是挪了一个位置，让他守不到电击机，还得给他看第3次前进。但其实你在无敌期间去交球往外拉的话，布瑞尔也是可以用移形跟上的。对，也亏。哈梅斯这边救援压力会不会有点太大了？可能得2个人一起帮忙一下了吧？没有人想帮，应该得靠他自己。那红球一个打断了，空中飞人过来，红色区域烫断了。这波对，很难保了，这个人救不了。哇，前锋带着60%多的一个球要飞了，很难受。到时候只有气象能用，气象和枯手把道具救完也可以。对，但枯手你看，枯手不可能去捡那个道具啊，太远了。
而且穷者这边没有化险为夷了，最后一个化险为夷是在呼手手上的。对，直接挂到人皇，这盘36遗产还得新开啊。那这把他还有底牌的，那这边等于要重修。哦，没底牌，对对对。啊，还是得到外面重修。他也破不了。嗯。看这波，你救下来也没有用啊，他没有化险为夷。哦，甚至救不下来吗？对。这个双龙惊喜卡的非常的好，看一下斗笠树一个强冲，但推的不是特别好啊。你现在先上2个球，等一个双龙惊喜，得掏了。哦，这个很秀啊，甚至自己还没受到伤害。嗯，对。那现在就挂人，谁碰密码机打谁。对，先确定场上有人，然后想直接刷一个那个化险为夷可以的，就是能让人3个人都散开一下。是的。但是小丑这边是不是刚才已经过半了？好像是。那这把可能要冲着大比分去了。哎，还没过半，还行，还能再刷一次关。这个倒还可以，而且外围也在修了，但兴起的时间感觉不太够啊。放到灵就放到小门这里边，那可以移形赶路直接过去。我感觉他移形过去堵住那个路链也可以，因为路链也是2挂。我好省，我好省啊！这移形可能一会儿还想用来控机子，去打拦截、控机子之类的。很自信，能够确定自己能够把这个库抽秒掉。对，这把这个路链是真有性价比啊！反生了，帮队友反生了2次。这次打倒。瓜飞小丑2台密码机都在修。压力。有一个异形手电的，他甚至不需要异形手电。而且求生者这把都有回光返照啊。对，看一下管哪边吧。还行，感觉求生者这边是可以打到2人开战的。看然后尝试走一个。不过也不太好走，因为这个地方气象到时候把密码机开了，感觉只能走小门。我差一点点。对。但他的飞轮当时差了2秒钟还能好，对，他这飞轮也交不出来，差了5%的一个进度左右。气象开始播道具了，直接下雨吗？移形了，他不知道他在移形了，这么长时间不交移形，然后他以为是兴奋，对，有可能是兴奋。这里没办法了，秒了，基本上应该回不上了。哇，哇，极限见人就秒，他这波他这波就是觉得你可能带着别的技能。但是我觉得他这个宣传锤的最高的一层是在，但古董有跟他博弈的空间啊，是吧？然后你这边还有个外侧先知的鸟，直接炸猫。追古董那就得看这个先知的鸟，它能不能说是利用的好。Scars 这边对，这波窗台先往里面拉，他的快踩。追古董风险很大，一旦说是被溜够了3台左右的话，你后期没有控场机会。这个跳不太好晕啊！炸猫云门，哎呦，最后的时刻，极限。对，他这个云盲跟那个跳的那个炸猫的那个运控给抵消了一下。是的，他躲了一下那个没法交互，他有个2手一缩的这个动作。那第2波鸟就回来了，然后这波蹭上反弹，这一刀不太好拿。且反弹可以继续往外拉，到那个长窗。对，到那个长窗，想直接移吗？应该是等猫吧？哎，移怎么会有刀啊？打呀！直接移哪来的刀啊？得交猫再移啊！对，你要是个闪现可以闪开，你要是不行的话，古神的反应空间很大的。机关枪还有2消左右的一个量，还有博弈空间这里。所以这个跳怎么说？硬吃一刀，你移形交过了嘛？我再继续跟你绕就可以。对。这个移形不需要离开墓地，就跟他在墓地跟他直接爆了，就是我在墓地这边牵制也倒在这个墓地。对你下一只猫影响不到，你下一只猫我再用这个机关枪还有机会操作。有点不太想操作，感觉他好像直接想点射了一下，没点到操作的，这个还没想操作。那边大副的阁楼电机也能开，而且他砍人的身位很舒服，就是在阁楼这个顶。对。哎，不，跳下来了，主动跳下来吗？想下来摇表拖时间。
看能不能抓住机会，麦子一波。这个猫能不能打出来？尝试一下，没打到，第二段也摇到了。哦，车拐卡了一下。那这个猫回来应该就是先吃猫，主动蹭晕了。这波大副可以考虑跟空军换波位，然后让空军给他去开一把枪，因为已经确定你带的是一个移形了嘛。这把枪交出来，只要能保住手拉这一波也不牵制了，就倒到最里面来拖时间。他们并没有换位，好像是想让大副再出来一波，就是用怀表强行救一波，然后把那个枪留到开门的时候，在门口交这把枪。那其实有机会啊，我觉得 Melody 这边是有保平机会的，因为他空军上瘾之后就是会修得慢一点。大副是一个半血，如果而且这边没有到一波手艺，没有花显为夷，不一定能保住这个古董伤。没错，你还得先确保这盘。是的，这边先拉猫，对人都是有风险。想再尝试一下吗？直接掏，来打针对，那这样子不亏啊，那完全能接受啊。不是淘汰进度不还有一伙吗？你这直接掏啊？能摸够吗？直接晕到，然后牵起来，不行，不太够。救刀可以的。塔拉库感觉救人救的有点急了，那只猫还那么久，就那个淘汰进度也还有一伙，不用着急。而且你看他怀表还有第3段是吧？对，可以再等一下。他在影子面前掏那个淘汰进度，我感觉都可以接受啊。他直接把人给掏下来了。我个人觉得吧，我觉得他可以跟空军打波换位，就虽然有点远，但是可能换位之后收益更大，因为毕竟你上瘾之后，空军他同样是有一个修地级 buff。是，而且空军这把枪如果能交出来的话，感觉密码机是稳够的。最终果然是一个平局，但对求生者来讲还是有点亏啊，这个平局。对，赢的局上瘾是会有点风险，不过打血线了，有这种情况。先手动连一波电，连到目的地这边电很细节，那你们第二台电不好补，目的地台电有可能会送掉。右边的脚印，卡兹内口的击球手，这应该绕一下再去独栋，因为独栋密码机是没封的，他闻着味道来这边想去找西纳米吗？大副直接开局翻箱也太猛了。是，就感觉想把后手留好。对，就是我2个怀表交完之后，我都知道该怎么溜了。他这样连电的话，他是没法接受这个独栋这个人直接偷一台没有电的密码机的，所以他得来追这个独栋的，不然的话你前期就很难控。这样的话，你这边没有电的话，你就跑追是吧？对你得多上一个奇迹。移形想偷袭的卡斯内口。是的，门也是直接关上了。但这个窗不太好上电，有窗弹，飞轮顶掉，反应很快。对，那等到下一个奇迹，卡斯内科要拿球打你了。对，得看这个球能不能中。哎呀，着急了，前期3个奇迹，这边的话还得再等。对，前期3个奇迹全空，这个节奏烂完了呀。这个板进不了，这个板可以电他一下。没交，还是在稳。对，他没交，那没有拿到身位啊，到现在为止。感觉刚才是可以极限下板，对，极限电到，这波还可以，这波能拿到一刀，开出来自己的降临。改一下电，重新连了一手，这波得降是吗？再稳一手。走过来逼迫角落上电没上到，降临也没上到，难受啊！我还是拿不到刀，得等下一个电去把这个电上到咱们。哎呦，你这一波追击太炸了呀！这一路结束估计已经要5台压了。对，他现在状态还很健康，到现在人还没上过乙。击球手这个血，你说他是满的，我的感觉都可以信啊。下一波飞轮只有35秒，并且一封跑步信送到击球手的头上。对，这个电应该能上到，上到了，但外面能切啊。外面已经有人提前切好了，在等了。降临，这个降临可以拿这一刀，拿到了，但是外面还能再扛啊。这波有过移形的说法，看能不能把握住。但移形过去有球啊，还举着球挥刀没有用呀，有点。对，
再上一个蓝电，再帮忙扛一刀。亏，这步只能说不亏，砍到得想办法赶紧转走地下室。有飞轮，这波再来一个降临，还应该是飞轮躲在零。飞轮好了。是的，难受。上到电那还行，地下室有点刮不到。最后2密码机已经4台多了，多的，太炸了吧这个！而且这边卡内狗是有带回光返照的，你没有说是看不见人家体现的多。就一个化险为夷还真够了，就一波就够了。是这个。本来想着会不会隐士的风险？你开局飞节奏，第一刀拿得慢的话，隐士就不好打了。本来想着会不会留点伏笔，但是一点伏笔都没有，说实话。这波就算救了下来，看一下卡森科有没有机会，还真有机会，因为这波还能再扛，这波再扛一波，直接6道通电了。降临，怎么说？有幽闭还能救他一手，好吧？我说实话，有幽闭还能救他一手。存点技能吧，咱不打了，不急，对的。把2个奇迹和2个再临给攒出来，很急啊！他觉得电击不够，坏了。其实电击是够的。对，你把技能攒一攒呀。哎，这波人直接跑没了，你一个再临跟上了也没用啊。对他理智一点是吧？不要交电，然后把这个电续一下，然后再临也续一下，技能也可以拖好。把门一点。而且他这把确实带了幽闭啊，这个门感觉得点老久了。哎，这个降临也挺精彩，不过卡特内后意识到这边这样反绕。在干嘛？没了呀！往这里跳啊！那预判他会往这边走吗？不是，走过来倒是有2个电可以快速秒杀说法。不是，等一下可以扛刀了，扛刀4跑了，然后对面再来个蓝电切了，哇，3个蓝电完，真4跑了。这一刀不会倒啊！还4跑了，不就行了吗？我的天，累计牵制200秒吗？卡斯内克有降临蓝门的说法，有个再临，帮忙摇表扛刀，这要摇表扛刀，怎么说？飞了直接冲的，而且有球，完了，尤里，哎呀，好受，他 CD 比较久，看一下，果然是直接找了魔术师麦米。这边看到脚印，知道你魔术师在这个板子在卡板，哎，直接下吧，直接下可能会被架给。不过他有魔术棒，觉得自己还有博弈空间。啊，没关到，哈夏再补一个，续了一个龙。是的，但这2个龙来回钻的话，感觉更是找不到北了。是的，废掉了，完了，双龙的愿力啊！交2个笼子，坏了，交2个笼子没拿到刀。那下一波，下个龙绝对不容有失了。你要再空的话，可能对下一波飞轮能好，感觉还是会有失啊。他这个魔术棒一交，要博弈这个板子，他可以魔术去绕这个板区的。哦，好稳啊！直接飞轮进板，可以进这个板，还可以飞轮进，对。又废掉一个龙，还行。哈萨这边又有一个魔术棒，又有一个小加速，但是是个单向龙，只能走左边那一侧。哎，再穿回去。难道还可以飞吗？不会吧，这也能废掉麦米？哇，无敌了！哈想在这地方交了4个还是5个笼子，全交完了，拿到了第1刀，有点亏。这边谋士只要防好闪现，不要被震慑就行。不敢翻，要吃一个平静刀，那还行。是，再等一个，是不幸等一个笼子。哎，还可以一个，但是密码机也接近3台了。不过那个没有化险为夷，好像还真成为伏笔了。对，如果刷2把化险为夷，他是有机会4人开飞战的。这边看能不能拦住守门的位置吧。如果能拦守门位置，还是有一点机会，但好像排错点了。他是好像没有记得是大门那边电机是亮起来的，他可以先去亮电那个方向去赶人。直接打，好像有没有一个跃龙的说法？有吗？能打双倒啊！完了，炸中炸，没有双倒就算了，甚至有可能2-6。
直接下铲帮扛。对，哎，他找不到魔术了，这边魔术了吧？完了，他找不到魔术了，他，但是应该还在里面的，他走不远的，哈夏。一手灯下黑，有耳鸣，有耳鸣，直接过板刀。一个龙是。麦米这里还在卡，哎，怎么没有成？又关外面去了，完了！我感觉哈萨今天心有点乱，说实话，他的跛脚羊，终于打倒，但是密码机够了，第4台、第5台已经够了。这边直接就是教授过来再卡板救一波行，还能退个0片，而且对，还能给他一波技能使用。下一波救下来是有飞轮的，魔术师这个存活率很高啊。这里能不能提前拿一刀，添个鳞甲？提前拿一刀，有月龙，对，有月龙有机会救不下来的。飞轮补距离，哇，这个龙关外面了，没愿力了，这波炸了，没愿力了，打到了教授的鳞片，而且魔术师已经捡到鳞片了。哎，我感觉这个鳞片其实可以，就什么时候，就是那个先不捡，因为你这个被打倒一之后，鳞片会消失。嗯哼。一刀打倒，这一刀这没有完全倒的状态还是不会消失，是，因为里面还在，还是能拖一会儿。不过哈萨这把也没有带那个，对他没有带幽闭，直接传了。在门口是个守墓人，打出来。不过还有机会能直接倒，这边还能续上。嗯，但小门贴的其实也挺快的，直接钻。嗯，打倒以后哈萨是一个那边的木偶师有点远，对，他倒是可以扛2刀。是，哈夏没有足够的愿力去管门了，而且这边是2头卡，你追另外一头，他哪一边都可以派人过来救的。哎，但是木偶师这个位置好像有点不太好走，如果直接去，他刚好通缉到了木偶师。对，而且这边教授的位置也是清楚的，你木偶师有点救不到人那样的，不会要真伏笔了吧？嗯，哦，还好鳞片弹到，弹那一波。那看到了木偶师走了，就追你教授了呀。走个8字龙，翻过去那没了。哎，现在去救吗？倒地的话没有通缉。这边的麦米去救。嗯，派挂飞的人去救人吗？挖人？是去救人吗？不是派挂飞人去救人吗？你这为什么满血的肉包子打狗啊？你这是去救人吗？哎，已经看到了。挽留还有30多秒，先把他关住，不让这个能救人的木偶师靠近。跟麦米还有个灵片，还想靠这个灵片操作，先飞轮，守墓人飞了，这把感觉要多刷了。这是一个挂飞的魔术师。哎，先管这个摸人的也行，因为大门没开。对，先打。哎，没打着，少了一个状态。这边是的，没打着。那边教授交了绝处逢生，看一下管哪边。我觉得先管大门再传小门也行，先管大门再传小门也来得及。一个飞轮，成功打倒，直接传也行，直接传，哈夏，直接传，愿力值也不够啊，这还平的吗？我觉得他刚刚可以直接管这个魔术师的，就挂飞是吧？先把魔术挂飞，把魔术师放了，还有个传送，对他把魔术师给放走，他直接去用这个愿力管大。对于雷哈森汉来说也不那个月龙那个愿力是很难折的呀。来了，大哥，果然是要尝试一下吗？有看到脚印吗？好像刚才是留了一丝脚印的。他一直没招致围容，他会不会怀疑还在外面躲着呀？哎，这脚印应该是找不到了，但那可能是要找教授了。哎，但是你说这个嗅觉，他又好像很敏锐，又好像还是要找这边的嗅觉。对，假装瞎逛一下，完了，真找到了吉吉，坏了，这里算是一个大平地啊。直接但是有剑满博弈的机会。是的。啊，可惜被抽。哇，那直接抽，愿力值还够放，直接放第2个龙。是的。关键是不好规避。对，茂影家那边是被赶过一波的，所以第一时间修炼很慢。对，才刚找到这个，已经吃第2刀了。在等。哦，还是打到这一刀。是的。在那个笼子的持续时间之内打到的。那下一波闪现好了，就看要不要等这个应激了。没有想等，没等，
其实我觉得可以等哎，是因为其实已经差一点点了，一点点，对，差一点3秒钟时间嘛。对，有没有通缉？有，冒险家就在脸上，冲，大哥冲啊！但是你看骑士的位置其实也很近，就一个化形为一。对，我觉得可以冲了试试呗，节奏这么好，人家刚挖完的树叶，这不冲。第一波先刷化险为一，带走的还是电击。是的，下一波再荣誉共鸣。不，这波是教授酒，对，这波是教授酒，然后也可以把这个应急给用出来。单穿心理学家让你扛不了刀。这波其实可以2个人贴在一起，是的，要不然就会容易被这样子一个人被框外面。其实是可以硬跟着先扛的。教授现在反应过来，因为他现在鳞片还在，现在反应过来帮忙拆龙，帮忙扛。交，哎呦，弹了一刀，不拆龙啊！拆龙也是一刀倒，对，还是得扛刀。教授那边没跟住，毕竟一术就是没有求生快。那这个节奏其实有点差，就是电击的话差的有点多。但冒险家手上有一台，这样的话是3台多一点的进度。攻击到了教授，猜了个技能，直接战术遇见。这相持如果成功的话，还是挺爽的。挺舒服。这一刀打到骑士身上，不打算保了，放心理自生自灭。那这样的话，下一波通缉就很关键了。冒险家手上91的一个树叶，哇，下一波，他手上是有一个技能的，底牌都在。对，下一波如果能通缉到冒险家，直接传送把这91的树叶闷了，那这把就奔着4抓去了。但是提前用出来，用了只剩37了，害怕也就害怕你蒙的。是。看一下通缉的骑士，哎呦，那边上都没密码机。那还行啊，那求生者这边是可以缓上一口气的，因为你现在丢失了追忆目标嘛。麦克也在翻最后一张书页，跳架式塔尔明吗？这波有点东西。说法呀，对，偷袭一手，而且没有脚印，这样是很难去排。就是一个正常来说的话，经营者是很难去排第二。是的，而且他觉得这里是冒险家的话，他应该更不会跳地下室，他可能觉得在哪边缩小躲着。对。他会想这个血堆里会不会有冒险家推一下？真的尝试这是冒险家经典点位。远处偷袭一下，一个双龙罩住，好准。然后甚至头盔都没有来得及，就是对他不敢交了，他怕交出那种就是残废头盔。是，直接交闪倒，木屋就是地下室，看他挂不挂地下室了。想抢节奏，挂外滑梯外撤，因为有两台密码机需要补。对伊罗哈苏来讲，如果我能确定你小木屋这里爆点的话，还是挺好拦的。对，他只要现在能拦到这个救人，对，但刚才应该是翻了49的书页啊，因为我记得他之前剩了9。他担心人是从3号机这边来嘛？其实，那如果这个针对冒险，我觉得可以追冒险家。睡就会能闷掉，猜晚了这波，交技能猜对了，对，后吹越龙的话，对他这波要追冒险家了，因为冒险家身上没有这书页被把他击倒吃掉的话就炸了，对，不好，直接挂这油桶。说实话，油桶是遗产，木屋也是遗产，这里可以守2边。放下来直接，他想把骑士给打倒，骑士可以更加激进，交不出来，是的。怎么说？最后一个能预测，连续2波出刀，但是愿力值快不够了，后撤，能打吗？打到了，能打到了。他猜的是一个平 A 加上一个相持，对。这样冒险家挂上，要奔着4抓去了。对，他现在只能拖这个骑士，就是拖一个自骑，然后看能不能把这树叶捡到，然后去破那台油桶电机。是，这树叶偷了以后，他还得靠飞轮以及鳞片去尝试救一下。教授来救援，然后对教授，但是他救援之后，他怎么去把这个树叶给刷出来呢？这就是一个第2个问题。对，而且伊罗哈鼠这边愿力值是非常非常多的啊。
哎，看博弈了这波。哎，那边荣誉公民荣下来了，但是输液在哪呢？输液的话，在冒险家身上。哎，冒险家捡走了，强行通电。那还有机会啊！对，因为教授还没走到椅子边上，所以那个输液是冒险家下椅以后他自己捡走了。捡走了，那挺好的。这边笼子还吃一身，还结束了。扛到这一刀，但是还是有多抓的机会，手上传送还在。他应该也没想到输液被冒险家给捡回去了吧？应该是没想到。我们是看了一下左边，然后才看到。对，这边门还是能守的，而且中场这边派了一个骑士过来卡一下。冒险家这边好像没过半吧？刚才过半了吗？看一下啊，看一下往哪边传吗？哎，这感觉传哪边都能逮一个。没过半，然后传的小门，这样的话那能救啊？对呀，那小门要去救人了，坏了，感觉应该愿力值先看一眼小门，然后再传大门，但他怕，怎么说也没办法吧？哎，还弹到了，还有机会能再溜一下鬼。这边救下来的话，这把要保平了。飞轮还能拖，哦，还在秀。是的，地窖加大门还在穿梭，但是感觉应该是走不了了。哎，90的进度，不过门口怎么只有一个人啊？另一个骑士的话，他可能是想有点远，还翻了个箱子。是的，你这样平局的，周一两方战平。那就没有办法了，只能互相保平了，对吧？好可惜啊，对伊罗哈苏来讲，要是有4抓的，你说他们能想到啊？感觉是不敢去了，完全不敢去，直接找个空间去了，闻着梦就去了。大船的气象太权威了，先走过来，但是没带封装，可以绕这边的弓。是的，哎，送了惊喜很准啊，没错，这个位置他是透过那个小窗，第二颗距离放的有点远，他是透过那个小窗是稍微看到了这个空间的动向。那下一个窗再绕一圈，要等下一个双龙惊喜了，要不交反弹呢？没错，反弹直接拉，而且还绕到了。托拉米也知道他有反弹，反正直接绕。翻过来架住，这个枪可能还是得开一下。怎么说？老师一手远程，下一个双龙惊喜，要不直接交枪？对，让他下一个双龙惊喜交不出来。那我这样的话是很赚的。可以直接移形，可以尝试一下移形。没有敢直接交。等一下双龙惊喜的 CD， 然后等双龙惊喜好了之后，然后再进行一波秒杀。看这个点位，继续拉点。不给机会啊！他这个根本不在板区待着，能拿一刀哦！完啦！完啦！萨索瑞秀起来了，萨索瑞，这红球能上到，再来个双球，完了，受伤加速，没踩啊！你还在踩，受伤加速加反弹跑了，对，还可以绕，是的，这个板子还得踩。不踩吗？想用双龙惊喜，再等一波双龙惊喜吗？那黄花菜都凉了。再等他再拉一下，能拉吗？完了，这翻过去吧！萨索瑞还能再翻回来啊！超人 ，OK， 葛创终于是打到了。但是这已经绝对够了呀！看大副电机能开，然后再加空军，他有对，而且外面有2个化形位移，就他能赢，只能赢一手什么？就赢一手这个最后台密码机补的比较慢一点，毕竟这胡景春。就能保平，能平一手这里，但是马埃肯就看马埃肯这里能不能多拖一会儿吧，多拖一会儿淘汰进度卡死一点就这样的话还能做一个20多秒。对，多拖一会儿。科拉米这里还想尝试一下这双龙惊喜能不能闷出来，没敢救，杜上救，打出伤害，还追吗？不敢追了，对的。回来管萨索瑞第5台密码机34%，那现在就大副去补飞行家的机子，萨索瑞再救一波，感觉真够了这个机子。对，而且知道你是张狂加移形这么一个组合，对吧？那大概率猜你可能没有底牌，没有底牌或者没有挽留，其实求生者都是有很大的3跑面的。对，而且你看呛血这个看之后还可以帮这边的飞行家来分担压力，2个一起留言。
是的，人家这里就算被拦，但是没有关系，因为最后一台是在大副手上。这波要被偷了呀！对，气象已经到脸上了，马上。他这边是能知道那个船下开了一台的，直接跳回来。那你这波压回来的话，气象救下来，还是让飞行家高喷过来呢？气象就狂掏，拖到这个化险为夷，到对。哇，好极限这卡的，这个强风密码机够了呀。但是没有人贴门，对，这样打的话会没有人贴门，是的，还不如气象学家单救更好一点。嗯，不过也还行，只要经济能撑住。看这个开门战能不能多拖一会儿吧。我说实话还是有点难。少手里这把签真的太好了，直接倒到最里面，然后啥都不管了，看你往海边找。对，对，我先让你发到这个最远的椅子，好，我们3个人躲小门。这地方还不能走太快，因为地上都是水。哎呦，尴尬点，他是说看不到自己的舞台是哪个是哪个，在水里面。是的，那边切了，切也切不了啊。移星过去的话拿不住的。嗯，完了。又是一头3包。我在练习，希望你不要介意，要怪就怪当初没在意。最好的话就是追到这个幸运儿，就看咋了。还是追幸运儿吧，幸运儿好追。完了，他带了风窗。想追木屋的，那幸运儿放出去就相当于我是机械师了。他后期很强的这个幸运儿。坏了，感觉有点被天赋控制了大脑，就带了这个天赋以后，他就没法变了。就如果说我带着天赋、带着风窗去追幸运儿的话，我就等于浪费了一整排的这个天赋点。然后再回来找杂技。不过还好，这边能闷掉一块钱而已。是，而且关键还能有一点伏笔，因为他没有回光返照。没错。提前交球，打一刀，而且把那个球给躲了。是的。就是路过秦风，要不要考虑帮一下？杂技的牵制是在完啦，搞什么飞机呀？50秒，闪现还有15秒，不是解说还没开始分析，人都倒了。秦风甚至没有想 OB。对，我刚想说他这个杂技的球，你在歌剧回溯之前交掉，你是没有未来的。还没说完，他又抽了一刀。而且你看这边拉奇想救人，还有可能会被拦截。那外侧如果拦到了，这边是预判了气象学家可能来偷人。没错，而且他通缉到了幸运儿，这一波前锋应该对，看要不要来个小陀螺吧，来个小陀螺。华夏的走位很好啊，补个球。他在空地，导致这边前锋不太敢交这个小陀螺，直接拿一刀。但这个局势对于科黑迪来说有点劣势，不太好打了。后期边机差的太多，是的，技能到现在也没有吃出来，还开个2阶，下一波应该是去找气象暖雨下个雨，然后这个人直接卡着卖了，还是说让幸运儿再来尝试一下呢 ？ZZ， 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，但是他动的有点慢。对，就是还好这波没有通缉的是这边的幸运儿，是的。如果但凡通缉的这波幸运儿的话，不过哈夏这里好像排人排的挺准的啊，对，排的很准。有耳鸣，也有可能是因为那个海边小屋或者说木屋那边密码机刚开，所以他看到了，排到了。护腕贴近椅子，手上有把枪，飞轮在补距离，先打，然后空地帮忙交枪，可以。哎呦，前锋空地啊，空地，哇！这里吉吉对吉吉回来接了一下，这波配合还是有点东西的。这波配合太厉害了，交了半个球，但是这波 M 能走吗？中间还有气象，再帮忙来个强风，再卡一下你的位置，强风，哇！没吹到隐喻，是的，隐袭交了出来，哇！突然间配合起来了。对，但是你看左侧电机只有2台半。2台半，这个人马上挂飞了。就他们虽然说配合起来，但是你也是出动了很多人来配合的呀。就密码机闪现尽量能吃下闪现吧。是的，抢闪。怎么说？哇，这个小陀螺坏了，完了，这砸头！那起才是真大腿啊！他这个小陀螺
就算不撞晕也能拖很多时间。有用，对，在那个肥胖流，它可以让哈夏的身位凑不上，就你这个闪现白交了。但是还是很难保到这个人。七上学家又来了，哇，又一个强风，还好音乐没断，轮流保吗？无敌了，外面星娥只能随便打一刀，已经带着娃娃在狂修了。这里还有一个要进到木屋窗了，对，坏了，进木屋窗没有回溯，这个人怎么追啊？前锋窗，这板子我感觉他都可以直接往外走，等前锋去帮忙下这个板子。前锋在定点撞。难道说这把能保够吗？但是保够的话，他也没回光返照啊。哈夏只要保平就行。哎，是密码机还是有差一点。格双方有没有？这个直接打的话可以打。对，这个湖顶村2个落地窗的时间是很长。是的，是的，他还会在空中停比较久一点。5秒。前锋直接帮忙扛刀了要。哎呦，可惜。这里还能再骗一下，但毕竟这2位都是没有回光返照的。如果直接追前锋，那也不炸了吗？再追，哈夏再追！哎，为什么回来？为什么呀，哈夏？你俩在干嘛？哥这你来我往的，不是就那么一点球皮，然后这2个人都留在脸上了。你太客气了。哇！不过还行，好像能偷到这个前锋。但是前面有地窖啊。是的，但这个距离门好像能开，影席还在，影月再影月跳一刀，极限成功溜了下来。这一把竟然打得这么焦灼。是的，我感觉哈夏这个追人有点太过敷衍了吧？他勘探员往外转的话线，确实。直接往中堂走，目标很明确啊，就冲着勘探员去了。但这把勘探员是我们的 ZZ， 是一个非常秀的勘探员。看他这一把的双面头子能投出哪一面？在蹲啊，他有点他能找到。想找麦米。大学加斯了，再加一刀要博弈。一刀。哎呀，这样子的话，这边可是有一层丝在板前面的，那要白拿一刀了。麦米是不是上把的杂技是他吗？还是别人？好问题。问一下弹幕而已。这一刀拿还挺快的，闪现没好之前先拿了一刀，但这幅画是可以交出来的，这幅画是有机会能够拉开一个闪现身去看皮皮他这一波的操作。OK， 直接看，因为他毕竟现在丝也不够，看一眼再攒一点吧。对于麦米来说，他现在主要就是耗丝，然后再加上能把这个闪现丢出来就行。对的，已经开始打团了，这边勘探员已经到了，但是呢有闪现，这有闪现，就是你来帮我吸的话。这画是不是废了？是吗？他好像还真是画废了啊！怎么这一波跟上波配合，判若两人，还会加四？这个胜率感觉毁了，出大事了。也想尝试帮忙控一下，晃骗到了 ，GG 磁铁没有触发，这边是个吸下来也有机会打，对，下来也倒啊。对，杂技是 ammo 啊，第2个。OK。那波配合倒是怎么说呢？有点实力倒退了。对于 QDD 来讲，用磁铁打断了画家的画，这种配合就是我想象都想象不到这种配合啊。感觉是咱俩的车队能打出来的操作。是吗？我玩画家，雪儿打勘探。OK。那这一波守门人卡在脸上，毕竟是一个画家，淘汰进度倒是不太需要担心，但对于 QTD 来讲，他们的求生是得需要去争的，但是他又没有道具，这第2次还救吗 ？OK， 还是准备。蜘蛛是不怕你们打摇的。是的，来了，很关键的一刀，守门人待里面，外面去追画家。勘探员有一个磁铁。这边想直接倒到墓地附近，然后你看人修完之后，后来我晚上发现修完之后可以直接过来救人，进行一波24个人。
这样的话倒墓地那个人能开吗？83，好像差一点点，有点勉强，对，有点勉强。但是如果举进去，有没有一个气囊堵一下？哦，还行，挂外面。想挂在外侧求稳的。对，挂外侧的话，这里得赶紧贴了，因为淘汰进度已经很少了。很极限。这边没有打算是输到93%，然后因为是时间不太够，先吐一口。对他不敢再摊了，如果再摊的话，可能真不够。气囊先放下来。打谁？哎呦，没弹到，没有扛到，但是看太远在。不过身上的丝很多，怎么说？这个点吸下来了，要不直接减刑呢？上手。是的。哇，我2波即使要够了，要摸头了，能躲。GG 操作起来了，打到看太远，密码机够了，直接通电，买米跑了。PP 茶，你刚才100点丝，你再被交50点减刑，你看你在开门战交了80点，人都追不到，你在搞什么飞机啊 ？PP 茶，你在开门战是全交完了，这要11点，还被飞轮规避了，还留不住，完了。那你现在切是不切呢？不能切，肯定先挂呀。挂的时候切。但是那边的门好像已经要开了，感觉做不到。而且另一个人好像已经在蹲好地窖了。是的。翻路第一局几比几？翻路第一局是2边平局了，然后第2局是1把3跑1把平局。这个局也能3跑吗？要加了的话有点不太尊重。不是，主要掉以后他救一波，然后还能再撞救。这波直接往小说家脸上走，吉吉第一局就被追啊，但他那一局是没有牵制天赋的心理，还是被追的会比较难受。这把有小说家看到脚印，从中场进行一波包夹。哎，从窗户外面看到了这边的小说家，那身位还是比较近。没错，要不要加个雷骗一下？看不到位置，但是哎呦，视野这儿看到了一下。对，我还以为是会短一点，不过这一波刚好够。那这个窗户还有一个机会，能有吗？哇，3D，连续2波雷，而且下一波还有一个兴奋去瞄隐喻、去防隐喻的一个说法。这个雷还能炸到吗？哇，但是他连的还是挺准的，你别说，这都能连上。怎么说？没有飞轮，单雷硬吃。不太好前行。前面感觉要交隐喻了。是的。他甚至可以提前开这个星。是。你是忘了你带了什么技能啊？还在挺兴奋啊！你在骗谁？他想等画家吗？难道？不过他的雷是真的准。对他这个几波雷真，他这个雷是真的准。我说一下，我省了这个兴奋。这局节奏应该赢不了求生者，所以要不保平吧。我省这个兴奋，一会儿防画家啊，一会儿画家你来细化，你不炸了吗？是不是？会有保平的，到时候再来起一个终结的作用。已经开始放出来的气囊。怎么说？这波救人，哎呀，收益没有收益啊！再来一刀，兴奋，怎么交在这种地方？能预料到吗？但是你交了这个兴奋，打了双刀，小说家怎么办呢？你怎么追他？只能回来换挂了呀。不是他被迫换挂，他真不赚吧？说实话。换挂也是个平局，对于求生者来说，换挂好像也是个平局。求生者其实好像也是个平局。求生者本来可能说还不想卖的，但这一波换挂完，是不是可以考虑卖一下了？感觉难逃一平了呀，各位。我也觉得难逃一平了，这个真的太平了。马艾肯，总有人要出手，那为什么不能是你呢，马艾肯？尝试一下吧。尝试救。放手一搏，2波救的都很好。哇，这2波救人定时都很舒服。摇波雷哦，摇到了，摇了个双倒。但接下来这一波没炸到，可能要快26。是的，马大 K 这波雷完了，那边气囊感觉一放还能继续玩很久啊。躲位躲下雷，放个气囊卡个位。这没弹出去。傻手里没绕到另外一头啊，刚好被打倒了。没有把这个路给封住。对，
那这一波还有个双刀，佣兵也在脸上。这条密码机说实话不太够了，小说家来救人刚好身份好，停不了吧？对，强抽的话这边兴奋就能好的。对，举了一下，但是有耳鸣不敢举了。对，这个球没有办法去清，定时预判没预判到。得躲雷，这边花家是没有带那个飞轮的，然后一边躲画，还在骗，能连上吗？连到了，花家连到了，但是没有出刀。是的，他不着急，佣兵来了，打谁？打佣兵，人头下来。只有一个人破一电机，现在电机差2台啊。对，先把花家打倒，但是傻手里这波感觉能牵制起来，你啊！你还要换？哎，也行，佣兵是没有绝处逢生的，对，他还能控。你这在他花家身上安5个雷是吧？是雷一爆炸就相当于是一个半屁股的话，就等于少2个人。求者这波等于少2个人，还有机会。但是你现在也压出去啊，麦大 K。先清个球也行，然后清完球之后得压出去的，没问题。他想先排佣兵的位置，他觉得害怕那个人是从小门地要来的，把佣兵摸起来。哎，有耳鸣了，来到了。GG，没找到吗？那这里等画家挂飞了，他可以直接传啊。等画家挂飞了，他可以直接传密码机的，还是感觉应该流传送打开门战了，怎么说？感觉要亮了，怎么说？感觉要切闪了。哎，不对，我感觉要切闪了。切闪可以切闪，可以切闪。我感觉要。我感觉难逃加赛了。地窖就在脸上，不好说。机会呢，吉吉。切传。换位。哇！不过传的好像也是平局啊。姚凤雷咬住。小说家没有飞轮，这个地方就架住他，不让他走，往右边走，直接翻跟一波距离。又一个2连。3弟，你的雷真的好准啊！3弟，气囊接引一下吗？有吗？可以赌一下？不会吧？但是吉吉这边不敢弹，他要去地窖。走地窖。蚂蚁塔给，补雷。蚂蚁塔给，准一下，准起来。3连雷也空了，已经出门了那2个人，吉吉要跳地窖了。哇，这个武力感觉要给。